乌云压城，周兵如城，旌旗猎猎，漫天遮日，脚步沉如雷动。头十车齐鸣，巨石脱弦而起，撕裂长空。轰然一声，朝歌的城墙被砸出深坑，裂纹如蛛网蔓延。战不回血，我这隐忍，昨天还在为甲方爸爸的 PPT 刨根，一觉醒来，就成了被魔改版的《封神》中的商纣王帝辛，就是那个著名昏君，最后要自焚的那个。剧本不对啊！别人告诉我，社畜面临生存危机后，还要受这种惩罚。大王，启发你在大军已至，城中兵荒粮尽，守不住了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前往女娲宫虔诚上香，祈求圣母娘娘念在昔日山火情，降下圣恩，救我成汤。上香？我勒个豆！原剧情就是在女娲宫停营时才彻底玩的吧？现在去求他，怕不是直接一道雷把我劈成灰了？这哪是救命，是罪命！求他！辅导纣王，兴大周。妈的，横竖都是死！等等，我好像忘了点什么关键东西。对，我穿越者标配呢，金手指系统。你再不来，老子真要开局杀青了！检测到宿主面临必死绝境。神级怒对系统激活成功，系统宗旨：对天、对地、对空气，对出个朗朗乾坤，对出个人道圣皇。新手任务发布：怒怼女娲。任务描述：拒绝向女娲求救，并对其表达强烈不满。对系统，喜欢！求什么求？姑乃人皇。与他女娲平起平坐，如今成汤有难，不来助姑，反倒要姑去摇尾乞怜，天下哪有这般道理？大王，不可对圣母不敬啊！此乃我成汤最后一线生机了，大王，恳请回心转意。是啊，大王，商丞相所言极是。女娲娘娘乃上古正神，慈悲为怀，定会慈悲为怀。派你这狐狸精来祸害成汤江山的就是他。系统有没有减妖功能？给我看看这妲己的成色。你的死敌，妖气几近满矣，魅惑技能已达巅峰，再精致的伪装。也终究逃不过我的眼睛，这仇恨值拉得比我的房贷还满。陛下，妖孽还不住口！若非你蛊惑君心，败坏朝纲，我大商何至于此？如今还想怂恿姑去囚内偏行圣人了结此劫，真是其心可诛。他怎么突然？难道发现了我的身份？不可能！大王，苏美人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商容，你中是中，就是眼下。给姑看住这妖妃，若她再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
成功怒怼妖妃苏妲己，怒气值加50。新手任务怒怼女娲进行中，请宿主继续。女娲，你为人族之母，向人族香火供奉万载，如今我人族王朝遭劫，子民受难，你在何处？高高在上，冷眼旁观，难不成你乐见其成？怒怼女娲完成，评价 A 级。新手大礼包开启，怒气值100，当前怒气值150。怒气值达到100，开启神话召唤功能。是否使用100怒气值进行首次召唤？召唤，必须召唤！系统，给老子抽！这就是命运的轮盘，每一格藏着一段力量，一个传奇，无数可能。他在选择，系统保佑，来个能打的，最好是能一人成军的那种。这是我成功了！如来奉先，应召而来。吕布参见大王。将军请起。得将军相助，天不亡我大伤啊！奇怪，成汤气数已尽，为何突然有一股如此凶煞强大的气息出现？亚父，可能是纣王垂死挣扎的把戏，不必理会，下令总攻。将军，可否让孤清静片刻？遵命。爽！这就是开挂的感觉嘛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终于登上这座殿堂，吕将军，你可曾后悔今日之战？若要再来一次，我仍会提计而行。好，那便等天明。吕布将军真乃神人也，有将军在，我朝歌火可多支撑几日。哥的目标是反推。商容，吕布将军虽勇，然守成非一人之责。臣明白，陛下。传令下去，将宫中存粮分出一半，即刻熬粥，分发守城，将示于城中饥民。是。若有人敢拖延或克扣，军法处置。大王，宫中存粮一时不多，若分出去，军民离心，纵有10个吕布将军，也守不住这朝歌。陛下恕罪。做出稳定民心决策，隐性提升国运，怒气值加20。做好事也能加怒气值，这系统路子挺野啊！陛下，前线告急。有趣，说来听听。大王，周军后撤10里安营，但那姜子牙在阵前喊话，说大王您亵渎圣母，倒行逆施，天必谴之。若开城投降，可保全城百姓性命。
放他娘的狗屁！他姜子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不过是元始天尊门下一个不得志的老头儿，也配代表天王了？还有那姬发，口口声声仁义道德，还不是想着他周家的王位？必须怼！这不只是出气，这是政治宣传，是争夺话语权，给姑爷传话出去，就说姜子牙，你助纣为虐，勾结仙神，干涉人间王朝更替，才是真正的逆天而行。姬发，你身为臣子，起兵反君，是为不忠。我很有理，引外敌祸乱华夏，是为不义；尔等不忠不义之徒，也敢妄谈天命！陈宫怒怼姜子牙，姬发揭穿其伪善面目，怒气值加80，当前怒气值250。终于要来了，就像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啊！狗抽2次还有富裕，先来一发试试水。系统消耗100怒气值给爷抽。长孙无忌，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？文后有了长孙无忌也来了，我这阵容是要起飞啊！拜见大王。不必多礼，得先生相助，如汉苗的甘霖啊！那个，先生啊，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城外几发带着马仔堵门，家里也没多少余粮了。您看，陛下稍安勿躁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周军虽重其事为和，朝歌虽微，民心未彻底离散，尚有可为。听听，多专业，比我这半吊子穿越者强多了。大王，城观此城气象及敌军布局，当下之危，需固守待援，重整士气。请大王允臣巡查城防，并请将领详述敌我情势。准，孤授予先生全权。商容那边，孤会打招呼，让他全力配合你。那处萤火最旺，是敌军的良帐吗？回大人，正是。主公，敌军势大，然其联军之心未必齐整，粮草转运亦非无懈可击。臣有3策，可暂解燃眉之急。此路兵分2道，先诱其主力南下，再以骑兵抄其后路。于是，然后一举何为？就依先生之计，立刻执行。成功召唤神话级谋士长孙无忌，团队实力大幅提升，隐性国运增长，怒气值加30。有了智与力并驱，棋局该入下一道了。老臣必干，叩见大王。闻听大王近日行事不同于往日。来了，七窍玲珑心的王叔来了，这可是顶级忠臣，就是脑子有抽，得想办法掰过来。嘿，一步步来，让他自己掉进我铺好的局里。动用系统会眼如居居，看看王叔的成色。必干，忠诚度99，贤良值95，状态忧国忧民中。你的忠心孤知晓，但你可曾想过，女娲若真有心护我成汤，为何纵容妖邪入宫？为何做事稀奇做大？所谓天命，不过是强者愚弄众生的借口。亚香大人，臣有疑问：若一人口称对您友善，却在关键之时言语闪烁，行止迟疑，您可会仍然信他？臣以为真诚之心必现于目光与细微之间。长孙先生此言如醍醐灌顶，使老臣迂腐了。王叔非是迂腐，是太过仁德。然则，如今乃非常之时，须行非常之事。望王叔助孤，而非以死监阻孤。老臣明白了，愿为大王效犬马之劳。陛下局势虽险，然而我军凭地利与人心，本已握住3成胜势。若趁敌军粮道未稳，先发骑兵断其后援，再以主力压上，胜局可定。请陛下宽怀。这里便是决定胜负的关隘。若能先一步布局，敌军再多，
也只能止步城下。看来对方的仙神不愿给我们太多时间了。棋子按我标记的位置插好，动作快。这几块巨石搬到角楼，照符文方向摆放，不要错位。护城主棋，由我来镇。吸纳我血，借封城市。先生，您这是在布阵？不过是参详前人一会，依此地形势，稍作损益。使其进，则如陷泥潭；使其退，则如遇坚壁。虽不能进歼来敌，却足以知其兵锋，乱其部署。县长看长孙无忌的策略教学，这票值了。最后一面旗帜缓缓坠下，月光下，一层几乎不可见的光幕沿着城墙掠过，仿佛湖面涟漪轻轻荡开，薄雾逐渐弥漫，空气也变得陈年凝重。有意思，军师此阵，让步战意更盛了。关于苏美人，属下未敢擅自处置，需您定夺。苏美人，我明白了。城东斥候回报，夜半敌骑已潜入20里内，直指粮道。原来如此。若被他们得手，大军7日无粮。人皇帝心，逆天而行，亵渎圣母，当之罪否？若此刻悔悟，向女娲娘娘虔诚忏悔，或可有一线生机。城中部分百姓和士兵面露惶恐，纷纷跪拜。云中子，少在那里假惺惺，故何罪之有？倒是你阐教，暗中扶持西岐，插手人间王朝更替，扰乱秩序，致使生灵涂炭，这又该怎么算？有道，休得对大王无礼，可赶下来与步一战。云中子虚影被吕布的杀气一冲，光芒渐渐暗淡。大王，此乃神念投影，并非本体，意在试探与威慑。云中子，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人族之事，人族自觉。想要这人间信仰，就堂堂正正来争。躲在幕后玩弄阴谋诡计，算什么圣人仙神？姑看不起你们！成功怒对阐教仙人云中子，揭露其虚伪面目，大幅提振己方士气。城中守军和百姓士气大振，发出欢呼。仙神手段诡谲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在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，或者更强的存在出手。长孙无忌，城内整顿，军心民心如何？城防京城稍作调整，一托阵法，韧性已增，存粮统一调配，诸营所需皆有余裕。沿线驿站火炬皆已点焰，传令一刻可达100里之外。城中赋税核实，账册重整，连日来未有一丝差池，尚可支撑半月。更可喜者，军民闻大王怒斥仙神，士气高昂，不少青壮主动请求加入守城。大王，城外巡哨抓住一名形迹可疑之人，自称来自北海，有晋级军情呈报。一名风尘仆仆、衣着与中原迥异的军士被搀扶进来，手中紧紧攥着一封染血的兽皮卷。北海800里加急，问太师已平定元福通之乱，太师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！太师归来，我军如虎添翼啊！哎，文仲，商朝的擎天博玉柱加海子金粮。不过，我记得原著里他回来的时候，好像……大王，文太师归来，固然是强援，然太师性格刚直，对大王近日所为，恐有误解，需早做准备。我明白了，我前面又是怼女娲，又是骂仙人的，在他眼里估计跟做死没区别。等他回来，怕不是要先挨一顿双边教育？这特么，别刚出狼窝，又掉进虎口啊！外患未平，要是再来个内部兵谏，乐子可就大了。
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在文仲回来之前，必须再增强手中的筹码。系统，给老子抽！金色的轮盘再次现身，指针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疯狂，每一次闪烁都像是在宣告命运即将被改写。来个能镇住场子的，无论是人是物，必须能让我在面对文仲和接下来的仙神反哺时更有底气。这次一定要中！恭喜宿主抽中！陛下，前线急报，敌军主力已翻越鹤岭，正直逼国都，守备营已抵挡不住。何时到达？最快1日，最迟也不过2日。禀大王，文太师旌旗已至城外10里亭，先锋铁骑已抵城下教门。天佑我朝啊！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形势虽喜，但更需谨慎应对，一者不慎，便前功尽弃。哼，你们尽管谋算，这天下还不是要靠刀枪来定。出城迎接太师。文500，殷然率领文500官吏于道旁。远处烟尘滚滚，文仲乘坐莫麒麟，掌染飘洒胸前，身后跟随着一支煞气冲天的精锐部队。啊，来了！这气场，这坐骑，这第3只眼，压迫感拉满啊！比看 IMAX 3D 还带劲。文仲来到近前，勒住莫麒麟，目光落在地心身上，上下扫视。老臣文仲拜见大王，北海乱世已平，特回朝复命。快请起。太师辛苦了，有太师回援，孤心甚安啊。老臣在归途，听闻朝中多有惊世骇俗之变，文大王不敬圣母，更与来历不明之辈过从甚密，致使天怒人怨，周军围城。不知大王对此作何解释？直奔主题，不愧是文太师，这开场白比周军攻城还吓人。大王成汤基业重于泰山，岂容儿戏？此2人来历不明，恐非善类，请大王允许老臣以神木验明正身，以安天下之心。老将军，姓不更名做不改姓，文侯吕布是也。要弑我，何须弄这些虚头巴脑的神光？真刀真枪，吕布战上一场，便知真假。不可能，此人竟能以肉身气血硬汉，神目金光，其实力必定深不可测。文仲看向长孙无忌，长孙无忌面色平静，周身空气荡起涟漪。得罪圣母，触怒先神，便是你口中的圣级。如何挽救？不敬天地，得罪圣人，便是挽救之法。非是孤不敬天地，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女娲纵妖行凶，乱我宫卫阐教扶植息气，欲亡我社稷。吕布将军与长孙先生，乃因孤之人道气运而生，助孤抗衡天命。若无他2人，孤早已城破身死，何来今日与太师相见？文仲看着目光坚定的地心，又看了看一旁的吕布与长孙无忌，第3只眼微微闪动。奇怪，这天机为何？大王近日整顿朝纲，安抚百姓，皆是明君之举。太师，如今天机混沌，封神之节已起，阐教意图借周代商，并以此为契机。忍吞先生此言何意？臣只是据实推测，太师不妨想想，为何北海元符通作乱时机如此巧合？又为何阐教金仙频频现身西岐 ？Nice， 长孙无忌这播主公直击要害啊！启禀大王，城外有一小将，自称李广，率800轻骑。莫非与不和长孙先生一般来历？对了，上次抽中的奖励，系统居然自动发放了，真是雪中送炭，不是雪中送猛将。检测到宿主面临关键剧情节点，已自动发放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人物卡。
飞将军李广，品阶太乙金仙。不错，正是估不下的暗棋。飞将军李广觐见。末将李广，愿为人皇麾下风笛，扫荡群仇，扬威焕羽。不可能，有一位太乙金仙。大王，你究竟还有多少后手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大王，军师，周军偏营粮草囤积处，突遭不明精锐骑兵袭击，火光冲天，损失惨重。区区小道，不足挂齿。末将归来时顺手为之，算是给大王和军师的见面礼。牛逼！不愧是骁勇善射的飞将军，这效率杠杠的。文仲看着年轻的李广，又看了看吕布、长孙无忌，最后目光落在帝辛身上。大王，老臣愿效死力，助大王匡扶社稷，逆转乾坤。林然在文仲、长孙无忌陪同下，径直来到寿仙宫。大王，今日为何带领诸位将军与太师前来？可是臣妾犯了什么过错，惹得大王不快？臣妾愿意受罚，只求大王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太师，请看此妖真面目。文仲第三只眼睁开，神光照射，打解周身浓郁的粉红色妖气翻滚，9条狐尾虚影在他身后疯狂舞动。好个九尾狐妖！竟敢潜入宫闱，祸乱朝纲，看遍！风雷神狐笑，死到临头还敢叛撤？吾早已不认他那圣武。太师，醒醒！老臣领旨。双边化作2道交织的金色雷霆，狠狠砸向妲己。妲己奋力抵挡，祭出妖丹，被打回原形，化为飞灰。和姜子牙，还有他们背后的仙神，算总账了。强攻南下，且其背后必有仙神窥伺，随时可能介入，困守孤城，终非长久之计。大王，军师，末将请令，愿在领清旗，欲回敌后，断其粮道，扰其援军于散营，使其日夜不宁，首尾难顾。大王，不愿率一军出城迎战，战将夺旗，挫其锐气。不倒要看看西岐还有多少不怕死的将领。一个擅长闪电游击，一个喜欢正面碾压，一个运筹帷幄。有他们在，朕何其安心。准，李将军，一个吾与你擅长5000精锐骑兵，许你便宜行事，目标只有一个，让姬发和姜子牙寝食难安。吕布将军，明日你便出城，给孤狠狠的打，打出我大商的威风。太师则需坐镇城中，统筹全局。一个擅长闪电游击，尤其需警惕先神突袭，喜欢正面，随时准备接应2位将军。运筹帷幄，有他们在。王叔，丞相，后勤粮秣调配，军民安抚维稳，就拜托2位了。臣等必竭尽全力，不负大王所托。吕布率3000精锐出城，立于周军阵前，方天画戟，遥指周营，大伤吕布在此，西秦鼠辈，可有人敢出阵与布一战？周军阵中一连抽出3员大将，皆被吕布3合之内斩于马下。吕布竟如此勇猛，此非寻常武将，恐已踏入仙道，普通将领非其敌手。
姜子牙无奈，取出杏黄旗一挥，空中祥云汇聚，广成子的虚影浮现。而逆天而行，助纣为虐，屠戮生灵，还不速速服主！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，阐教就会这一套吗？广成子虚影抬手，翻天印的虚影浮现，朝着吕布压下。这气息像是天塔地陷一般。大王，城外的斗法已入白热，若再继续，怕是连城墙都护不住。不好，吕布再忙，毕竟修为境界差一线，这广成子虚影比云中子强多了。系统，有没有办法帮吕布？可消耗怒气值，临时为人族将领铺加人道气运庇护，一定程度抵消仙法压制，100怒气值一次。首先，用金色气运朝吕布袭来。吕布周围散发着暗红色的波纹，方天画戟发出嗡鸣，化作一道乌光，直刺翻天印虚影。翻天印虚影剧烈晃动，光芒暗淡，被方天画戟一击，击片斜飞出去。不可能，人道气运，广成子，你要不要脸？堂堂金仙，竟对一凡人武将出手偷袭，阐教的面皮都被你丢到东海去了。有本事你本体下来，看姑不骂得你道心不稳！广成子虚影气得发抖，冷哼一声，缓缓消散。横弓怒怼广成子，扰乱其心神，助力吕布，大幅提振全军士气，怒气值150。当前怒气值380。李广率领骑兵穿梭，再次袭击了一支周军运粮队，焚毁粮草无数。连日袭扰虽有效果，但难上根本。听闻东海近在咫尺，龙族掌管行云不语，若能说动襄州，你等按计划撤回安全地带休整。向大王传信，本将军先行探路。海浪翻涌，敖广化龙首人身的威严老者立于岸边，双目赤红，身后是杀气腾腾的龙族精锐。帝息，纵龙挥下胸脯，抽耳敖丙龙筋，致其惨死。此仇倾四海之水，难洗。东海龙王，孤今日亲临，绝非为包庇凶徒，正是为此逆伦惨案而来，给龙王，给惨死的敖丙太子一个交代。既如此，还有何话说？速将此子交由本王处置。龙王息怒，孤将此凶徒缚来，任凭龙王发落，便是孤之诚意。然孤更需向龙王揭露此事背后之阴谋。此子凶顽不假，然若非其师太乙真人一味纵容，受其神兵利器，却不行管教之责，甚至暗中引导，焉能酿成今日之祸？阐教此举，意在借刀杀人，激化龙族与人族血仇，令我双方死战。他阐教便可坐收渔利，将龙族亦拖入封神杀劫，充当他天庭神仆。其用心之险恶，昭然若揭。龙王若此时挥兵朝歌，正中了元始天尊下怀，届时龙族与人族两败俱伤。阐教与天庭笑看风云，龙王于心何干？敖丙太子在天之灵又如何安息？老夫以截教门人及商朝太师之名担保，陛下所言句句属实。元始天尊于其门下，是我等皆为蝼蚁棋子。龙王，切莫让仇恨蒙蔽双眼，行那轻者痛，仇者快之事。敖广胸膛剧烈起伏，看着跪在地上绝嘴不服的哪吒，又看向言辞恳切将凶手亲手送来的林然等人，面露疑虑。龙王，敖丙太子之上，孤意痛彻心扉，孤愿立下誓言，必倾尽大商之力，寻回太子龙魂，助其重入轮回，乃至将来寻觅机缘，助其再生。更愿与龙族缔结永世之好，共抗阐教天庭。龙王，人族与龙族本可互为筚助，何苦为奸人所趁，自相残杀？好，帝心，本王暂且信你几分。这哪吒必须死，必须以他的魂飞魄散，清掉我儿敖丙。我有活法杀人成命，将他交与龙王，如何处置，由龙王定夺。成功化解龙族与人族全面战争，将矛盾焦点转移至哪吒个人及阐教，展现政治手腕，隐性提升国运稳定性，怒气值加100，当前怒气值400。龙宫深处，四海龙王高坐，敖广居首，面色悲愤。凶徒哪吒
残害龙族太子，罪证确凿，天地不容。今以龙族古法，按劫挖龙台上，受万仞传心之刑，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，已为我而在天。这点诅咒就想困住我，做梦！等我挣脱，龙宫得先天。醒醒！形态上发出光芒，哪吒一声压抑的怒吼，肉身在龙族秘法下崩解，灵光剧烈闪烁，骤然熄灭。两行浑浊的龙泪滑落。四海龙王沉默，可惜了一颗好棋子，但也罢，用他的命换来龙族盟约，平息一场浩劫，值得。太乙、元始，这份礼你们可还满意？哪吒伏诛，龙族血仇得报，与东海龙族关系取得决定性突破，极大缓解外部压力，获得龙族深度信任，隐性国运提升，怒气值加100，当前怒气值580。敖广看向林人，人皇陛下，哪吒已伏法，我儿大仇得报。你之前所言助我儿重聚龙魂之事，龙王放心。孤即刻便命人搜寻温养魂魄的天地灵物，并广邀能人异士，设法寻回太子残魂。陛下，龙族掌管行云布雨，于人间功德无量。如今既与阐教交恶，何不与我大商正式结盟？陛下可尊龙族为人族图腾，向人族香火祭祀，气运相连，休戚与共。届时龙族地位尊崇，亦不必再受天庭与阐教掣肘。大哥，长孙先生所言甚是，与人皇结盟，互利互惠，远胜于受那阐教鸟气。好，人皇陛下，你既能大义灭亲，又愿助我龙族，更有如此气魄。我四海龙族今日便与陛下写为盟，缔结永世之好。自即日起，龙族为人族正统图腾，与人族气运相连，共抗阐教与不公之天道。恭喜宿主成功，与四海龙族正式缔结盟约，获得水族气运加持，国运大幅提升。怒气值加100，当前怒气值680。太乙真人猛地睁开双眼，脸色煞白，手中拂尘跌落在地。哪吒，我徒儿的气息消失了，他怎么可能魂飞魄散？太乙真人急忙掐指推算，龙族还有那人皇帝心，竟敢将我徒儿交给龙族处死！他俯视着大地，神光如冰，压得人无法呼吸。太乙，你教导无方，致使灵珠子提前应劫，大乱为师不举，如今更是折损了我阐教颜面。师尊，是那地心和龙族欺人太甚，求师尊为哪吒做主啊！此事自然不会就此作罢。地心勾结妖族，残害我玄门正宗弟子，其罪更添一重。待时机一到，
必叫他加倍偿还。你且静待，自有用到你之时。但愿使天尊虚影消散。知信，敖广，我太医在此立誓，定要你们为我徒儿偿命。殿内灯火通明，林然站在窗前，望着东海方向。哪吒虽咎由自取，但其终究年少，落得魂飞魄散之下场，未免可惜。结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陛下以哪吒一人之命，换取龙族盟约，免亿万百姓遭劫，乃是英明决断。只是经此一事，羽禅教更是势同水火，再无转渊余地。孤知道，哪吒之死是他的结束，也是这封神杀劫的缩影。弱肉强食，因果循环。今日是哪吒，明日或许就是你我和这殿外万千子民。林然走到殿中央，目光扫过二人，必须更强。只有拥有足以颠覆一切规则的力量，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。操练新军，是。林然身着人皇袍服，站在身旁。诸位龙族子民，四海兄弟，我儿傲禀之仇已报，凶徒佛诛。示意让我等看清禅教虚伪面目，视我龙族如刍狗，随意打杀利用。敖广目光扫过在场所有水族，最后落在林然身上。幸得人皇帝心，明察秋毫，大义为先，亲手扶凶，止息干戈，更愿助我而重聚龙魂。此等兄尽气度，方为明主。今日我四海龙族在此立誓，与人皇帝心，与人族王朝，以血为盟，缔结永世之好，休戚与共，生死相随。敖广率先逼出一滴云寒精血的龙元，林然逼出一滴人皇精血。两滴血液在空中交融，化作一道龙形与玄鸟交织的符文，烙印在盟约法旨之上。天道不公，圣人不仁。今日孤以人皇之名，立誓龙族为人族永世图腾，享人族香火供奉，与人族气运相连。自即日起，风雨时序，润泽苍生，皆由龙族执掌。龙宫内，水族将灵与冰族齐声高呼，震荡整片海域。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与信念，如同海火般炽烈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与四海龙族缔结稳固盟约，获得水族大气运加持，国运大幅提升。天空降下及时雨，干旱的土地得到滋润，枯萎的作物重新发芽。使百姓们纷纷跪地叩拜。敖广亲自引领林然参观龙宫宝库。陛下，此乃定海珠，虽非功名道友，那24颗先天灵宝，却也是采集四海精粹炼制，有定风波、镇海域之能，于陛下统御水运、稳固江山大有裨益。此乃万龙甲。取万片龙族睡下的逆鳞，防御力极强，
更能一定程度上抵御仙法诅咒。还有这幻海笛，龙王，此等重力，这水下积累的宝物还算有些底蕴，指望陛下早日提升实力，应对那禅教反扑。获得龙族赠宝，硬海珠4级1枚，幻海笛1支，万龙甲1套，实力与底蕴得到补充，怒气值加280，当前怒气值1060。亚父，如今文仲回归，吕布、李广永不可挡，长孙无忌智谋深远，甚至连龙族都倒向了地心。那本该是我们先锋的哪吒，也魂飞魄散了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天命，当真还在我吸气吗？巨大的变数已产生，地心此人已彻底挣脱天命轨迹。亚父，如今尹上不仅多了吕布、李广等猛将，文仲回归，如今更与龙族结盟，连那哪吒都……这该如何是好？全变数，巨大的变数，地心此人也，彻底脱离天命轨迹。缭绕广成子、赤精子、慈航道人等数位禅教金仙降临帐中，脸色阴沉。情况我等已知晓。地心道行逆施，勾结妖族，迷惑侄子，其罪滔天。元始天尊法旨，封神大业不容有失。我等将亲自出手，传讯更多同门下山，务必尽快踏平朝歌，擒杀地心。单凭我禅教之力，或已不足。子牙，你需立刻联络天庭，请求派遣天兵天将下界助阵，同时派人前往西方，请接引，准提2位圣人派出门下弟子共讨逆商。人皇帝心，麾下能人亦是辈出，更得龙族相助，其事非同小可。我等需全力以赴，不可再存轻视之心。多谢诸位仙长，有仙长们出手，逆商必亡。谨遵诸位师兄法旨，我即刻去办。大王，据探龙族眼线回报，禅教广成子、赤精子等5位金仙已本体降临西岐，并派出使者前往天庭和西方教求援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老臣已传讯截教同门，说明缘由，相信不少道友会前来朝歌，同门助大王一臂之力。愿为先锋，愿为先锋。他们要战，那便战。吾倒要看，是他们的天道厉害，还是吾的人道更强。系统，消耗1000怒气值，来个10连抽。消耗怒气值1000点，进行10连抽奖。奖品结算中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粮草补给包乘5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金铁矿石1万单位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阵法详解基础篇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神通缩地成寸初级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符文铭刻技术初级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人物卡神将、干将、莫邪。关羽、包拯、干将、莫邪，系统，你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。这下内政、刑狱、军工全齐活了，看谁还敢说我的朝堂班子不齐全！关羽，愿为大王铲除一切敌。包拯，愿竭尽全力，明断是非，安定社稷。干将莫邪，愿以毕生所学，铸炼神兵利器，助大王横扫六合。关羽，修为大罗金仙初期，特性陆血战神，兵贤灾星。包拯，修为地仙巅峰，特性神断律法森严。干将莫邪，
修为太乙金仙巅峰，特性神将之魂，气道升华。好，得诸位相助，故如虎添翼。安排诸位先生尽快熟悉事务，融入团队。关羽将军暂入军中，与吕布、李广协同。狄青接管刑狱监察之事，干将。莫邪大师入驻将坐监，一切资源优先供应。臣明白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召唤3位神话级人才，实力与潜力大幅提升，朝廷架构更加完善，隐性国运增长，怒气值加400，当前怒气值460。关羽将军与相护2位将军研讨军务，虽沉默寡言，但每开口必直指要害，保证接手朝各治安与刑狱。短短几日便清理积案数十，更揪出数名潜伏极深的细作，手段雷厉风行。干将莫邪大师入驻将坐监，改进冶炼技术，设计新式弩箭、铠甲，军工效率提升显著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果然轻松多了。大王，金鳌岛必有功，已有回讯。多宝师兄与金陵师姐已动身前来，不日将抵达朝歌。太好了，有了截教当帮手，我看元始天尊那老家伙还怎么嚣张。大王，截教道友前来，需妥善安置，明确敌我，避免误会。臣建议可与文太师一同制定接待与协同作战方案。准，此事就交由先生与太师全权负责。多宝师兄，金陵师姐，文中师弟，情况我等已知晓。元始师伯此次确实过分了。仁皇帝心何在？欢迎诸位截教道友前来助阵，阐教不仁，视万物为走狗，我等应该联手共抗强权。多宝道友、金陵道友，何必卷入这红尘杀劫？西方极乐之地，清静自在，不如……准提，少在那里挖本大爷墙角！你们西方穷乡僻壤，连个像样的先天灵宝都没有，全靠一张嘴忽悠。有本事拿出实际好处来跟孤巧人。你看多宝道友和金陵道友像是缺你那几句空头支票的人吗？成功怒怼准提道人，阻止其蛊惑，维护联盟稳定，怒气值加220，当前怒气值680。地心，你竟敢！蛊怎么不敢？蛊乃人皇，你西方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，还不快滚回你的西方去！有道，事不宜急。此子蛮力，竟如此霸道！广成子，你这番天印是不是在哪个地摊买的仿品啊？怎么砸下来软绵绵的，连个火星子都崩不出来？赤精子，你那镜子别照了，再照也变不成美男子，赶紧回炉重造吧。慈航，你徒弟都快被打哭了，你不下去帮忙？你们阐教不是最讲究护短吗？恭喜宿主成功击退阐教仙神与周军进攻，彰显实力，鼓舞士气，怒气值加300，当前怒气值980。大师兄，2位道友，行事尔等已见，那地心已成心腹大患，不仅自身汇聚人道气运，更勾结截教、龙族，其麾下诸多莫名强者，皆非此界人员，扰乱天机，致使封神大业受阻。变数已生，天数混沌。然封神之事，乃道祖钦定，不容有失。那地星小儿牙尖嘴利，屡次辱我西方，此子不除，我等圣人颜面何存？必须全力镇压。然其势已成，更有通天师弟全力支持，恐难轻易拿下。无妨，既然通天执迷不悟，便休怪我等不顾三清情义，请大师兄与我一同再邀女娲娘娘和四圣之力，布下大阵，彻底绝了阴伤气运，
将那地心打落尘埃。届时，看还有谁敢逆天而行。可地心，元始，太上已联合西方二圣，欲联手布下绝阵对付你。此劫恐难善了。四圣联手，自洪荒以来，从未有过如此阵仗。师尊虽会竭力相助，但对方毕竟是4位天道圣人。大王，此举怕是开天辟地头一遭。圣人又如何？想要大王的命，先问过部手中的方天画戟。敌势愈强，愈不能坐以待毙。末将愿再率轻骑袭扰周营与仙神驻地，拖延其布阵准备。李将军勇武可嘉，但四圣既已决定出手，寻常袭扰恐难奏效，反而可能落入陷阱。当下之急，一是巩固城防，与各路盟军联系；二是寻找新的破局之计。长孙无忌所言，正是孤所思。四圣并非铁板一块，西方二圣与三清本非一心，那女娲态度更是暧昧。他们能联合，我们为何不能寻找更多的盟友？太师，截教内部除了教主亲传，外门弟子与散落各地的道友可能联络。老臣已尽力联络，但截教门人遍布四海，散漫惯了，且大多对人间王朝更替兴趣寥寥。短时间内要汇聚足够力量对抗四圣，难。禀大王，城外有一道人，自称昆仑山玉虚宫门下申公豹，说有关乎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，欲献于大王。玉虚宫门下，怎么在此敏感时刻前来？申公豹，此人贫道略有耳闻，在阐教中地位尴尬，常心怀怨怼。他此刻前来，或真是变数所在。申公豹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四圣的压迫感刚刚拉满，这位金牌推销员就上门了。待他上来，孤岛要听听这位元始天尊的高徒能给孤带来什么惊喜。朝歌城下，一道黑影接近，吕布用方天画戟拦住去路。何人在此鬼鬼祟祟？有要事求见人皇陛下，此事关乎朝歌存亡，关乎陛下安危啊！申公豹此人，贫道素有耳闻，乃玉虚宫门下弟子，然因其出身根教，素不为元始天尊所喜，常怀怨怼之心。其人口才了得，善于蛊惑，心思诡谲难测。此番前来，是真是假，是福是祸，犹未可知。大王需万分谨慎。申公豹这家伙在阐教不得志，忽悠能力却是顶级的，要是能把他策反成功，不仅等于砍断了元始天尊一条重要的臂膀，更能白嫖他那张遍布3山5岳的关系网。这买卖值得一做。带他上来。大王，双膝着地，声泪俱下。陛下明鉴啊！贫道申公豹虽身在玉虚宫门下，可这些年来受尽了白眼与排挤。那元始天尊偏心偏到阁主，眼里只有他那个不成器的老头江少。是我申公豹如敝履，如尘土，有功不赏，有过重罚，动辄呵斥，毫无尊严可言。贫道空有一身本事，满腹经纶，却报效无门，郁郁不得志。直到亲眼目睹陛下您横空出世，不为圣人，不认天命，高举人道大旗，怒视女娲，力战仙神，气魄吞天。贫道方知何为真正的民主，何为天地正气之所重。这台磁宫底不去拿个奥斯卡，真是屈才了。陛下明鉴，贫道既来投诚，岂敢空手而来？此御简之中，阐教安插在商境内部的所有细作名单，以及他们在各地经营的外围据点秘密联络方式。贫道深知，截教虽号称万仙来朝，但其内部，尤其是众多外门弟子与散落各地的道友，阐教长17人，早已是冤声载道，心怀不满，只是苦于无人牵头，
敢怒而不敢言，更不知明主在此。只要陛下信得过贫道，贫道愿凭这3寸舌为陛下牵线搭桥，说服他们前来投奔，增强朝歌实力。申公豹投名状，亦是贫道献给陛下的第1份厚礼。丁，关键剧情人物申公豹主动投诚，献上重要情报，潜在价值巨大，获得阐教细作名单，怒气值加200，当前怒气值1180。林然与长孙无忌交换了一个眼神。申公豹，你既有此心，又献上如此厚礼，孤便信你一次，孤许你便宜行事之权，着你全力联络结教外门道友，共襄盛举。臣申公豹领旨，必不负陛下重托，定为陛下联络4方豪杰，共破玉虚宫。申公豹身着玄色道袍，站在通往金澳岛的必经之路上，眼神急切。道友可知大祸即将临头？那玉虚宫已定下毒计，欲借封神之劫。将尔等截教门人，尽数送上封神榜，充当他天庭神仆，永世不得自由啊！申公豹，你竟敢在此挑拨离间，妄议圣人！原始师伯岂会行此绝灭之事？不过因其门下童子被哪吒射杀，前去理论，便被那太乙真人不由分说，用九龙神火罩活活炼死，形神俱灭。元始天尊可曾主持公道？石矶娘娘可是师尊亲传弟子，尚且如此，何况外门道友？如今人皇帝心，不为圣人，不认天命，正是我等一线生机。陛下愿与截教结盟，共抗玉虚宫。钦天君仿佛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此事关系重大，非我一人可决。你且随我入岛，与众位兄弟商议后再定。遵命天君，多谢成全。大王，申公豹已初步说动金澳岛10天君。10天君？可是那擅长布置10绝阵的10天君？正是，若能得他们全力相助，在金鳌岛外围乃至朝歌附近布下大阵，必能成为抵御阐教仙神的重要屏障。申公豹此人果然是个人才，太师，此事由你全权对接。老臣领旨，请大王放心，臣必让他们感受到我等的诚意与实力。天绝阵、地裂阵、封侯阵，好重的杀气，竟是截教阵法。看这气象，莫非是那金鳌岛10天君的手段？师兄，听闻10天君已派人筑那地心，此阵虽看似简陋，未得10绝真传，然阵势勾连，煞气已成，不可小觑。若贸然闯入，恐遭不测。区区小镇，也敢班门弄斧？广成子，此地便是你葬身之所。天雷落，看我玉清仙法！哈哈哈哈！匹夫之勇也敢来犯本君的阵门！哈哈哈哈哈！尔等玉虚宫金仙平日里眼高于顶，今日连我门下弟子所不知残缺阵法都破得如此艰难，还有何颜面在此妄称正道、替天行道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倚仗阵法之力，算什么本事？我们撤10绝阵初显神威，挫败阐教金仙，鼓舞全军士气，怒气值加180，当前怒气值1360。申公豹骑住白虎，赶到3仙岛。申公豹，你不再吸气辅佐姜子牙来我这3仙岛有何贵干？
公明兄，贫道此来是为你报信，更是为你那3位如花似玉、道行精深的妹妹避祸而来呀！申公豹，你此话何意？我妹妹们在3仙岛清修，有何祸事？休要在此危言耸听！公明兄，你可知那玉虚宫早已将3位娘娘视为眼中钉？元始天尊已暗中吩咐门下，待时机一到，便要设计将3位娘娘引入劫中。贫道听闻，那麒麟崖下早已为3位娘娘备好了囚禁之所，要让她等受那永世孤寂之苦啊！所言当真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我定叫你形神俱灭。贫道若有半字虚言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公明兄，那元始天尊为何如此？只因3位娘娘修为高深，且手中握有混元金斗、金蛟简等重宝，他恐3位娘娘相助阴伤，坏他阐教大事，故而欲除之而后快。赵公明胸膛剧烈起伏，如今唯有人黄帝心敢于对抗天道定数，庇护截教道友。陛下求贤若渴，若得公明兄相助，何愁阐教不破？3位娘娘的安危亦可得保。公明兄若此时不出山，更待何时？难道真要等妹妹们遭劫，追悔莫及吗？气杀我也！元始安敢如此，欺我截教，算计我妹妹。24颗定海神珠飞出，环绕赵公明。申公豹，你且先行回禀人皇，赵公明不日便到朝歌，为我截教，为我妹妹讨还一个公道。大王，赵公明师弟修为高深，有在贫道之上，更有定海神珠这等先天灵宝，实力不凡呐。然则赵公明性情刚烈，须防其冒进，切其下山，恐引来更激烈的反扑。传令下去，以最高规格准备，迎接赵公明道友。以文仲、长孙无忌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相迎。那天空中一团祥云由远及近，云头上一员大将威风凛凛，胯下骑着一头黑虎，周身24颗定海神珠若隐若现。闻听陛下不畏强权，不认天命，赵某佩服。庇护我截教门人，直面圣人教派，公明心中佩服，特来相助，愿以此身修为，助陛下抗衡玉虚宫，为我截教，也为这天下众生争一个公道。公明兄深明大义，快快请起。孤早已听闻兄台威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气度非凡，神威凛凛。得兄台相助，孤如久旱逢甘霖，何愁阐教不破，天道不公。公明师弟一别多年，风采更胜往昔。文仲师兄别来无恙，师兄在朝歌辅佐明主，辛苦了。今日你我兄弟并肩而战，定教那玉虚宫知道，我截教并非无人。两人相似一笑。公明兄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。陛下客气，那公明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陛下，请。元始天尊面色阴沉。赵公明定海神珠厉害，寻常弟子非其敌手，看来须得我辈亲自出手。传讯陆呀，让他带着钉头7件术，此乃天数，赵公明和该上榜。一道佛光射向殷商境内。来，今日痛快，诸君同饮一杯。好爽，这杯与将军统军有方。好，都干了。诸位行至正浓，莫要忘了明日还需整军。好，长孙兄放心，喝得痛快，打得更畅快。赵公明，待我恢复些精神，再接下文师兄，别看明日我恢复些精神，
再集齐24颗定海神珠，定要砸的那广成子抱头鼠窜，叫他知道我截教法宝之威，绝非他那番天印虚影可比。看他玉虚宫，还有何颜面在我朝歌城外耀武扬威。公明兄神威，姑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，更胜闻名。来，姑敬你一杯，预祝公明兄明日旗开得胜，扬我大商国威。公明师弟宝刀未老，有你在，我军如虎添翼，师兄我也敬你。不对，天机晦暗，似有极为阴损的诅咒之力缠绕赵道友周身。长孙先生多虑了，我乃大罗金仙，万法不侵，区区诅咒。哼！我的元神为何涣散无力？修为，我的修为在跌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歹毒的咒法，无形无质，直伤本源。这感觉是那传说中早已失传的钉头七剑书。还是出手了。助理赵公明就是栽在这阴毒玩意手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检测到盟友赵公明遭受钉头七剑书诅咒，生命与道行持续流失，请宿主尽快应对。不必心存疑虑，子牙，此乃天数使然。赵公明和该上榜，冲那封神之位。你每败一日，他便离封神榜近1分。21日后，任凭他大罗金仙万载修为，已将魂飞魄散，归于封神榜。此乃定数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碧游宫内云雾缭绕，万箭悬空。殿中央的一面水镜剧烈波动起来，散发出急促的光芒。师尊，不好了！公明师弟他遭了暗算，是路亚，是那钉头七剑书啊！师弟如今危在旦夕，本源溃散，修为暴跌。那原始师伯，他纵容门下，行此卑劣手段，我简直不把我截教万千门，人放在眼里，视我截教如无物啊！师尊。通天教主猛地睁开双眼，好一个天数，好一个玉虚宫，好一个元始师兄啊！尔等却变本加厉，如今竟敢对公明徒儿行此绝灭魂魄、断人道途的阴毒之事！
尔等是真当我通天手中之剑不利否？真当我截教万仙是那任尔等宰割的羔羊否？元始师伯纵容门下，一而再，再而三欺辱我教，行径卑劣，令人发指。此次若再忍让，我截教还有何言？面立于洪荒，还有何道统可言？师尊，弟子请战。阐教此举，不仅是要王应商，更是要绝我截教道统，将我等门人尽数送上封神榜，永世为奴。凡我截教门人，无论内门外门，轻传记名，散落洪荒各处者，即可放下手中诸事，全力赶往朝歌汇聚。本座要亲自降临朝歌，布下万仙阵，与那玉虚宫，与那西方教做过一场，看是他们四圣联手厉害，还是我截教万仙剑力震凶。截教仙人面露惊容，架起盾光，朝着朝歌方向奔去。此战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！陛下请看，那位是罗浮洞的岩中仙罗轩，一手火系神通，分天诛海，厉害非常。还有那位是蓬莱岛一气仙鱼元，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。人皇，这便是我截教万仙，虽非进阶顶尖，但亦是一股不容小觑之力。神公报，此事你立下大功，功绩下了。有诸位导游鼎力相助，截教万仙来朝，人道气运与截教气运初步融合，国运暴涨，获得气运反哺，修为提升至准圣中期，怒气值加500，当前怒气值1860。通天教主悬浮在空中，清平剑随意悬在腰间，周身环绕剑气。多宝道人、金灵圣母、吴当圣母、龟灵圣母4大亲传弟子为核心，成千上万名截教仙人，按照轨迹，竟然有序地站立方位。以通天教主脚下为起点，由无数剑形符文、仙道铭文、妖文古咒交织而成的巨大阵图虚影，向四面八方急速蔓延，覆盖整片平原，将朝歌城护在后方。仙气、妖气混杂，凝聚成一片混沌云团，剑光闪烁，雷声嗡鸣。南混沌云团扩张，将整个朝歌以及周边山川笼罩。这就是万仙阵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这排场，这气势，简直了！万仙阵，通天师叔，他竟然真的布下了这座洪荒沙阵。此阵汇聚万仙之力，勾连地脉，自成领域，其威力变化，非圣人亲临，不可破，不可破！他们龟缩阵中，我等兴师伐罪，岂能就此止步？路亚道友，你那钉头七剑术，不必多言，先看清眼前之局。万仙阵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凶险，扭曲因果的气息正在扩散，连天地都为之颤抖。阵内法则混乱，天机遮蔽，更有通天圣人亲自坐镇，万仙气机相连，
我那钉头七剑书虽能于冥冥中骤杀目标，代表赵公明的那道剑影已被重重阵法迷雾与混乱气机所干扰，效力大减，恐难尽全功，甚至有被反噬之危。此间因果，贫道已尽力，然天意如此，阵势已成，非贫道一人之力可扭转。诸位道友，贫道告辞了。四圣真身降临，站在万仙阵外，凝视着这座洪荒沙阵。元始天尊面色冷峻，眉头皱起。你执意逆天，不此恶阵，汇聚群妖，扰乱阴阳，就不怕道祖怪罪？元始，你少拿道祖压我！你视我截教为旁门，视万仙为草芥，破得了我这万仙阵再说。若没本事，就休要在阵外聒噪，徒惹人笑。此阵核心在于万仙气机与地脉，乃至那人道气运的勾连。若能断其枢纽，或扰其核心，阵势自乱。阵眼在于多宝与金灵，若能制住他二人，或以秘法扰乱，仙身心智，大阵自乱。还请上师早做安排，迟则生变。先将那道佛光船驯服捏碎，佛路化作金光。阴影中，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。普贤、文殊四位道人各持法宝，一字排开，风卷旌旗，法力涌动。区区鼠辈也敢叫嚣？哼！看法宝！宝道人祭出法宝，砸向四人，打得广成子四人手忙脚乱，纷纷后退。广成子，你们玉虚宫是来破阵的，还是来捡破烂的？还不快谢谢多宝道人赏赐！丁，成功目睹阐教金仙吃瘪，双点达成。怒气值加150，当前怒气值2010。包拯申公报求见。贫道也察觉此人气息有异，是与西方有染，恐是内鬼。大战在即，内患不除，必生大乱。然其身份特殊，需确凿证据，或可将计就计。想从内部瓦解万仙阵，好算计，给姑盯紧他，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说不定，这还是我们反将一军的机会。长耳定光仙鬼祟地捏碎一道传讯符，低声汇报：已确认，东北北封侯镇镇门，由其弟子把守，多宝与金灵正全力维持核心。此处正是潜入扰乱之机。四周光芒亮起，长孙无忌、包拯、申公豹带着一队精锐修士现身，将长耳定光仙围住。定光仙道友，等候多时了。你与西方教往来讯息，皆在此处证据确凿。长耳定光仙面色惨白，转身掐诀想要跑走。想跑？问过姑了吗？多宝道人祭出法宝，金灵圣母砸下龙虎玉如意，长耳定光仙惨叫一声，被打回原形，修为尽废。地心，你准提，你这老不要脸的，除了派内鬼搞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还会什么？有本事真身下来，看姑不把你那七宝妙术给骂秃噜皮了！大王，万仙阵虽固，然四圣若不惜代价强攻，恐难持久。须有能定鼎人道气运，与封神榜抗衡之重器。军师所言极是，但何等宝物能抗恒天道所定之封神榜？系统有没有能对抗封神榜的东西？检测到巨量人道气运与怒气值，可融合炼制专属成长型圣器人皇册，需消耗怒气值2000点及宿主1滴人皇精血。好，那便炼制属于我的人皇册。军民分列两侧，几乎平息。长孙无忌、文仲、比干、商容四方护法。林然立于祭天台中央，周身微光缭绕。他缓缓抬手，指尖逼出一滴闪耀着金光的人皇精血。我一剑起，抬手将人皇精血与自身怒气值一同注入阵眼。好不公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今日吾以人皇地心之名，汇聚人族气运信念，助我人道圣器人皇册，册立人道阴碟，护佑人族万世。天地间风起云涌，乌云汇聚，一道粗壮的金色，光柱直冲云霄，光柱中一本飞金，飞玉封面现，人皇二字道文的宝册。人道圣器人皇册炼制成功，可册封人族英灵或有功之士，
享人道气运，步入封神榜。嫡娘嘞，一下就2000，肉好疼。天空骤然阴暗，金光消散处，紫黑色的紫啸神雷开始汇聚，雷声隐隐传来。紫霄神雷从云层中劈下，带着毁灭气息，直冲向祭天台。台下的长孙无忌拳头紧握，指节发白，目光紧盯着空中的雷劫，面露担忧。孤恋至此人皇侧，本就是为了逆天改命。若连这区雷劫都不敢面对，何谈日后与圣人争锋？干将莫邪给孤借这雷霆之力，为圣器开封。干将莫邪同时运转神力，双手结印，引动雷霆，将部分雷劫之力牵引向人皇侧。雷光包裹中，人皇侧表面的道纹愈发清晰明亮，雷劫逐渐消散。人皇侧悬浮于空中，散发着淬炼后的温润金光。林然抬起手，悬浮在空中的人皇侧循声归位，落入掌中。他望向台下肃立的万众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将人皇侧展开。光芒渐渐凝聚，化为张魁魁梧的英灵身影。他身披金色神甲，气息威严。不好，四圣在阵外降下了威压，他们恐怕是感知到人皇侧出事，与赤峰成功，按耐不住了。还差一点，绝不能让他们踏进一步。逆天而行，今日便是尔等结束。通天教主身后，诛仙4剑缓缓现形。通天，你当真要为了这些蝼蚁，与我等不死不休？你们逼我的。若非尔等步步紧逼，使我截教如草芥，欲行那绝灭之事，何至于此？今日便让尔等见识一下诛仙剑阵起！无忌、文仲、吕布等众将并肩而立，紧盯远方四圣与通天教主的战局。太上老君将太极图抛向空中，太极图旋转间化作金色金桥，定住战场周围的地火水风，限制剑阵威力。金色莲瓣展开形成防护罩，万法不侵，抵挡剑气冲击。准提道人的七宝妙术射出七彩神光，神光缠绕向诛仙4剑，试图破坏剑阵运转。通天教主坐镇阵眼，额头青筋暴起，不断操控4剑反击，面色逐渐苍白，气息愈发不稳。诛仙剑阵虽强，然非4圣不可破，久战恐对通天圣人不利。一旦出现疏漏，师尊独占4圣，太过凶险。我等虽想相助，但此等级别的战斗，贸然插手，只怕反而会扰乱剑阵运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。通天教主若是败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系统有没有办法远程支援通天？哪怕只是干扰一下那4个老家伙也行。可消耗大量怒气值，将人皇侧力量远程注入诛仙剑阵，暂时增强其威力，并对4圣天道法力产生额外压制，消耗600怒气值。系统，给爷住手！人族二郎，看好了，待你们杀出一条生路。今日便让这诸圣知晓，人道不可轻，人心不可辱。通天教主抓住人道力量加持的契机，迅速修复万仙阵破损处，同时操控诛仙剑阵发起强力反击。林然悬浮于城头，因力量大量消耗，脸色发白，却依旧挺直了背脊。成功远程支援通天教主，短暂压制4圣，改变战局走向，对圣人造成实质威慑，怒气值加600，当前怒气值710。天外虚空中，4圣与通天教主对峙，诛仙剑阵与4圣法宝的余威仍在震荡空间。
通天师弟，此阵虽立，然终有穷时。尔等逆天而行，终究徒劳。徒劳与否，事过才知。至少今日，尔等休想踏足朝歌半步。通天，便让你等多苟延残喘几日，待准备好万全之策，必叫你与那地心灰飞烟灭。四圣同时虚晃一招，盘古翻太极图，功得金莲。七宝妙术齐发微光，暂时逼退诛仙剑阵飞。随后，四人身影一晃，化作4道流光，消失在虚空之中。看到没？他们退了。四圣联手，也不过如此。大王教主，四圣虽退，但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下一次来袭，必定准备更加充分，攻势更加猛烈。需尽快提升我方整体实力，并寻找彻底破局之法。传令下去，犒赏三军与万仙，同时加紧操练。干将莫邪大师全力打造军备，包拯继续塑形内部，关羽将军优化战法。我们要在下一场风暴来临前变得更强。检测到宿主坚定人道信念，恢复怒气之重。话是放出去了，可是要咋做呢？算了，小爷我有这张嘴，对天对地对空气，下次再来，看我不把他怼到怀疑人生。数日之后，4位圣人再度凌空，他们的威压比以往更盛。尔等倒行逆施，扰乱天命，今日若束手就擒，尚可保全城中百姓；若再执迷，顷刻便叫朝歌化为尘土。呸！你俩少在那里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要杀人，一个要诛心。你们除了会拿大话压人，还会什么？还有你准提，整天惦记着渡人去你那鸟不拉屎的西方，跟搞传销有什么区别？你们西方是缺人缺疯了吗？见个有点本事的就想往家里画拉，要不要脸？准提道人气得浑身发抖，七宝妙术比闪光都开始紊乱。接引道人不再多言，双手结印，头顶12品功德金莲绽放金光，一道金色浮光化作巨掌，抓向朝歌城内百姓聚集处。既然冥顽不灵，别让这些蝼蚁心绪超脱。金色浮光巨掌遮天蔽日，笼罩整个朝歌城，带着圣人般的威压，缓缓压向城池。城内百姓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皆因你枉为西方教圣人，口口声声说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如今却对无辜凡人出手，你的慈悲何在？金色巨掌在半空突然微微一顿，一道若有若无的柔和白光从虚空中浮现，悄无声息地涌入巨掌，抵消了其中大部分威力。巨掌轨迹天移，最终开在外城一段无人城墙轰然坍塌，砖水飞溅，烟尘弥漫。城内百姓虽受惊扰，却无一人伤亡。虚空中隐约传来一声带着无奈的叹息，随即消散无踪。这股力量温润柔和，带着人族本源的气息，怎么会是他？女娲娘娘为何要暗中相助？女娲宫内祥云缭绕，女娲娘娘端坐于七彩莲台之上，面容平静无波，身前悬浮的水镜中正清晰映照出朝歌城刚刚经历危机的景象。阐教、西方教此举实在是太过了。女娲娘娘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多谢您一直以来的庇护，今后也要麻烦您了。人皇帝心，如之所谓汇聚人道，逆改天命，以彻底动摇旧有天机格局。然四圣合力，其势滔天，非汝与通天眼下可独立抗衡。人皇帝心，如以人道气运凝聚人皇策，逆改封神天命，以彻底动摇洪荒旧有天机格局。若想为自己、为截教、为人族寻得一线破局之机，需先寻得山河设计图之机，获得关键剧情人物
女娲娘娘隐秘提示，成功触发隐藏任务线索，寻找山河设计图之机。9间殿内，林然手持人皇册，向长孙无忌稳重转述女娲娘娘的传音内容。山河设计图，那可是女娲娘娘的先天灵宝，内蕴完整大千世界法则。若能得其根基之力，融入万仙阵或人皇册，这可是破局的关键。系统，立即搜索山河设计图相关信息，有没有能快速触发其本人的道具？消耗800怒气值，可兑换先天灵宝契机牵引符，一次性使用后有30%几率引导山河设计图本源力量降临加持，精准注入指定目标。小爷，我就赌一次，系统给爷兑换。万仙阵核心局，通天教主手持清平剑，周身诛仙4剑虚影环绕，为林然护法。林然取出牵引符，指尖凝聚人道金光，准备激活灵符。女娲风水境前，女娲娘娘看着镜中万仙阵摇摇欲坠，朝歌百姓惶恐躲藏的景象，又切换画面，看到4圣面露狰狞、蓄势待发的模样，眼神逐渐坚定。天道不公，圣人不仁，吾便为人族，让这一线生机。他双手如飞掐诀，山河设计图在身前缓缓展开，图中灵光汇聚，七彩神蟒破卷而出，直指9天之外的朝歌万仙阵。牵引符起，女娲之光与我同和，万仙阵再度升阶。4圣脸色顿变，元始天尊更是双目圆睁，难以置信地看下去。哇！你竟敢相助此逆天之辈，背叛天道，与我等为敌！我乃女娲，应天命而来，观此劫运，当有所为。尔等世人命如草芥，肆意屠戮，吾岂能坐视不理？今日相助人皇，非为逆天，实为护生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引导山河设计图，本源之力加持，万仙阵威力大增。关键人物女娲立场转变，正式加入我方阵营，剧情重大转折，怒气值加1000。好一个护生！既然如此，便休怪吾等引动紫啸神雷祖罡，彻底清洗此界逆障。一道覆盖整个朝歌上空的紫霄神雷光柱凝聚成型，气势恐怖。雷云翻涌，天罚降临，灭世雷劫终将落下。通天教主手持清平剑，诛仙4剑虚影化作屏障，女娲虚影祭出山河设计图，七彩霞光交织成网。2人联手在朝歌上空布下双重防御，神色凝重。他们疯了！此雷落下，朝歌万里，必定生灵涂炭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击必须挡住。若让雷劫落地，人族根基将毁，洪荒秩序也会陷入混乱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击必须挡住。若让雷劫落地，人族根基将毁，洪荒秩序也会陷入混乱。子民们，天道要亡我等，4圣不容我等生存，但我们自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命运。将你们的信念、你们的希望、你们的力量借给孤，借我人道之力，挡此灭世雷劫。朝歌城内，万民和睦祈愿，星星点点的金光自他们的心中升起，仿佛夜空中最坚定的星辰。闭眼默诵，血余煞气在此刻化作守护人皇的信念。金色星光汇入林然体内，再通过他注入人皇册，人皇册光芒暴涨，带着人道之力冲向紫霄神雷。天要压我，我便逆天；圣要亡我便屠生。两人皇册与紫霄神雷剧烈撞击，爆发刺眼光芒，冲击波向四方扩散，天地为之震颤。汇聚亿万人族信念，催动人皇册极致威能，引动人道长河虚影显化，成功抵御灭世雷劫。就在此时，洪荒虚空深处传来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，不带有任何情绪，却让在场所有圣人与生灵都感到心神震颤。够了，都住手吧！天道失衡，非一人一教之过，再斗下去，
只会让洪荒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洪荒天穹之上，紫霄神雷余威未散，红军道祖虚影缓缓显化，周身环绕混沌气流，目光平静地扫过战场，最终落在手持人皇册的林然身上，带着一丝审视。封神之劫，本为梳理洪荒之躯，却因变数交织，频离初衷。老师，地心逆天开命，扰乱封神，若就此罢手，恐难正天道秩序。原是尔等执着天命，贪图功德之心，然人族气运已与变数相连，强行抹杀，恐引动荡。庚日之后，尔等不许再对朝歌与人皇帝新出手。封神之事，由门下弟子各凭手段。诸位，战争虽然已经结束，但创伤尚在，请先歇息。能站在这里已是上苍眷顾，我们都该好好活下去。战后，我们该如何收拾这片乱世？我等必须尽快定策。道祖法旨虽暂时稳住了局面，为我等争取了喘息与发展的时间，但这100年之期亦是一场严峻考验。元始他们虽不能亲自出手，但其门下势力依旧庞大，西方教更是虎视眈眈。这100年，我们需尽快提升实力。100年足够了，多谢娘娘教主一直以来的鼎力相助。这100年，孤定会让人道之光照耀洪荒每一个角落。大王当务之急是消化此次所得，巩固防线发展民生，提升国力，广纳贤才。同时，也需密切关注天庭西方教以及阐教门下的动向防范，其暗中破坏。崛起最关键的发展期，孤将与诸位一同，将这朝歌，将这大商打造成铁桶一般。100年时间，有系统在手，万仙相助，还有女娲娘娘这层助力，更有龙族此前的盟约。姬发、姜子牙、元始，你们欠我的账，小爷我之后再慢慢和你们清算。道祖法旨下达，获得宝贵100年发展期。恭喜宿主获得阶段性胜利，开启人道崛起暨新篇章。禀大王，城外有一女子，自称来自骊山，特来拜访，预祝大王行事。九间殿内，一道光辉突然亮起，照亮整座大殿。一位身着素雅宫装的女仙现身殿中。贫道骊山，见过人皇陛下。这位可是传说中的大能，封神里好像没明确站队，但实力深不可测。他居然主动上门帮我。陛下逆天改命，气魄惊人。贫道静极思动，感念人族不易，愿献上微薄之力，祝陛下稳固这100年基业。朝歌经此大战，地脉虽受万仙阵与山河社稷图之力加持，然杀伐之气过重，灵机紊乱，不利于长久发展。贫道有一法，可梳理地脉，净化戾气，引天地清灵之气滋养此方水土，使其真正成为人道乐土，修炼圣地。朝歌必将固若金汤，灵气充沛。3日后，于城中央开坛做法即可。骊山老母在侍卫的引领下，缓步离开9间殿。不仅在于梳理地脉，更在于他代表了散仙乃至部分中立势力对陛下的认可。姑明白，不过元始他们真的会老实100年吗？姑总觉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老臣亦有同感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一名密探快步走入9间殿，双手递上一封信函。大王，边境急报，西岐方面，姜子牙似在秘密调动兵力，动向不明。就知道他们坐不住。红军法只说不许圣人出手，可没说不许他们门下有小动作。关羽将军，边境防务交由你，全权负责。若有异动，准你先瞻后奏。地面微微震动，一道道灵光在朝歌城地下亮起，蔓延向四方。
这是神迹啊！多谢仙长，多谢大王。牛波一，这简直就是全城范围的空气净化。骊山老母果然给力。朝歌地脉被成功梳理净化，灵气浓度提升300%，环境是一度大幅提升，军民修炼速度、伤病恢复速度隐性加快，国运凝聚力增强，怒气值加400，当前怒气值3700。骊山老母正在全力梳理地脉，此刻朝歌防御重心在内，正是尔等潜入，破坏其龙岩核心的最佳时机。只要报酬足够，事成之后，允你族迁入昆仑福地修行。成交。数道黑影化作流光，朝着朝歌方向悄无声息地前行而去。骊山老母的分身静静守护在此。数道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核心附近，手中持有诡异的黑色法器，刺向龙岩核心。大胆宵小！骊山老母分身与影煞刺客缠斗在一起，法力波动四散。刺客数量众多，手段诡异，将骊山老母分身死死缠住。黑色长钉射向龙岩核心。陛下，核心遭到破坏了。谁在破坏你爷爷我的阵法？系统，有人搞破坏！警告：检测到高强度诅咒能量，正在攻击地脉核心龙眼。可选方案1：消耗500怒气值，远程发动人皇震慑，干扰刺客。可选方案2：消耗800怒气值，临时赋予附近将领破望金瞳，识破隐匿，精准打击。选2，给距离最近的李广加上。找到你们了！李广一拳回地，地面射进横空，砸出一条直通地下灵脉核心的通道。那长钉被击偏，嵌入一旁的岩壁，岩壁瞬间被腐蚀出一片漆黑。藏头露尾之辈，也敢犯我大商重地！影煞刺客面露震惊，呆愣在原地，一时未反应过来。骊山老母分身调动周身灵力，化作光绳，将其余刺客牢牢束缚。多谢李将军及时援手。分内之事，仙长，此地还需加强守卫。成功化解地脉危机，保护朝歌根基，彰显我方应对能力，士气提升。奖励李广对隐匿诅咒类抗性永久提升，怒气值加450，当前怒气值4160。影煞族，太师可知其来历？此乃洪荒一支擅长暗影与诅咒的遗族，向来认钱不认人。此次背后必是玉虚宫指使。经此一事，地脉核心需设下更强禁制，贫道可留下一道阵法，非心怀人族正气者不可进。西方教与阐教虽受道祖约束，不敢明面大规模侵犯，但此类骚扰、破坏乃至暗中扶持反对势力，恐将成为未来100年常态。长孙无忌，此事由你统筹，保证申公豹辅助，务必打造一张覆盖大商乃至周边的情报网。关羽、李广、吕布，你3部兵马轮流警戒，随时应对突发状况。想跟小爷我玩阴的，看谁玩得过谁。系统，是时候再来波10连抽，补充下底蕴了。4000多怒气值，够浪好几发了。系统，给小爷我来个4000怒气值的豪华10连抽。消耗怒气值4000点，进行豪华10连抽奖。
奖品结算中。其宿主获得神话级人物卡，冰圣孙武。冰圣都来了，等等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科技树种子出火。哦，科技树种子？哎，这是什么鬼？科技树种子出火，源自未知文明的智慧火种，它能将当前文明结构重新编织，自主推演生成适合的初级科技分支。这是要让我在修仙世界里盘科技树。人道崛起，不光是修炼，生产力才是根本啊！虽然有点风险，但收益可观啊！这是天宫开悟的残卷，还有科技树种子出火，请诸位过目。此书虽残，其中记载的诸多工艺原理闻所未闻，若能研习透彻，必将使军工、民用器械大为改观。此物蕴含非同寻常的造化之力，大王若运用得当，或可令我大商国力发生质变，为人道奠定万事不易之基。此物若能量产立民之气，增强后勤，稳固民心，便是无上兵法。故意已决，干将莫邪大师，你与将作监，全力研究天宫开悟残卷。长孙无忌，由你主导，选择以合适地点与时机，将这出火融入我大商文明之中。在长孙无忌布置的隐匿与防护阵法中，出火悬浮在一片空地上空，散发着柔和的光晕。长孙无忌掐动法诀，引动出火，光芒缓缓落下，接触地面的瞬间，耀眼的白光爆发，将整片试炼场尽数引证。激发内生之力，此乃真正的文明之火。陛下，军工作坊根据那些灵感，已初步研制出利用水力驱动的鼓风机，冶炼效率提升近30%。农司那边也反馈，部分老农提出了轮作、肥田的新法，虽还需验证，但皆是可喜之兆。喜悦之余，亦不可松懈。臣近日巡查，发现边境及一些新收复之地，有流言悄然传播，诋毁大王乃假借人道之名行妖魔之事，才引得天道震怒，灾祸连连。且似乎有西方教传法者的影子在背后推动。此乃意料之中。西方教最善蛊惑人心，与其争夺信仰民心，亦是未来100年争斗之关键。那就让他们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人道红利。姑要用实实在在的好处砸烂他们的谣言。殿外天空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琴鸣，一只羽翼泛着金属光泽的机关鸟穿过云层。那是什么？看起来不像是仙家手段。林然盯着机关鸟消失的方向，眉头紧锁，手指无意识敲鸡王做扶手，发出沉闷声响。这画风不对呀，封神世界里怎么会出现这种明显带着高科技风格的玩意儿？大王，此物气息蛊魄异常，内蕴结构之精妙，远胜当下洪荒主流炼器手法。其核心驱动是非灵力，亦非寻常机关术，其来源天机晦涩，纠缠着诸多未知因果，似乎牵扯甚远，并非此界当下应有之物。那机关鸟虽只惊鸿一瞥，但其结构之精妙，关节联动之顺畅，能量运转之高效，远胜我等目前凭天宫开悟残卷所能推演出的任何造物。干将莫邪搓着双手，满脸兴奋，眼中满是对机关鸟构造的探究欲。大王，干将大师所言虽是喜事，然当务之急是查明此物来历与意图。是敌是友，与近日西方教案中散布谣言、煽动民心之举是否有关联？臣以为此物出现绝非偶然，背后恐有更大图谋。狄青所言甚是，长孙无忌加大侦查力度，重点关注飞仙道流派的异动，特别是那些行事隐秘、手段奇特的势力，范围不限于商境、周边诸侯国，乃至更遥远的海外秘境，都需留意。至于西方教散布谣言、蛊惑人心之时，狄青不仅要严厉辟谣，更要主动出击，传哭旨意，将新式屈原离、高教水车等农具优先发放给受流言影响最重的几个郡县，同时由官府组织
公开传授部分基础的强身健体的低级功法，供所有有功于国家的军民及子弟修炼。姑要让百姓知道，跟着姑有肉吃，有功法练，有好日子过。比信那些虚无缥缈，还要缴纳香火钱的西方教实在的多。应对潜在威胁与舆论攻击，决策果断，隐性提升统治力，怒气值加200，当前怒气值860。乡亲们，这就是新做出来的曲原理。它的横梁弯曲可以让牛拉得更顺，刀也更稳，耕地时省力又深。兼爱非攻，此人黄行事倒有几分契合我墨家宗旨。或许此地便是我墨家重新入世之机，需尽快禀报巨子。林将军的伏兵已布于城北，只待号令。然若皇室有人走漏风声，我们便前功尽弃。故除时物力右外，还需进一步渗透。可组织说书人编撰大王英勇事迹、仁政之举，于是尽广为传播。臣已抓获几名散播谣言核心分子，顺藤摸瓜，却与西方教外围势力有关，但其核心人员行踪诡秘，难以追踪。殿内凝火猛地晃动，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大殿中央，身着黑袍，面容笼罩在阴影之中。人皇帝心，不必紧张。老夫乃墨家当代巨子，并无恶意。我操，这就是墨家巨子大神啊！墨家巨子久仰，阁下这般来访，未免有失礼数吧？墨家机关，木石走路，墨家前行，神鬼莫测。老夫是为那出火而来。文明之火，智慧之光，我墨家世代守护的古老典籍中曾有模糊记载。此火重现，意味着变局已至。人皇陛下，你可知你已触动了一些古老势力？元始天尊一缕神念隐匿于云层，扫过朝歌城，掠过九间殿时，微微一转，这群只知摆弄木头石头的余孽，竟也现世了，还与那地心交在一起。哼，螳臂当车，待100年之期一到，再看尔等如何灰飞烟灭。使天尊的神念悄然而退，彻底消失在朝歌上空。天地之大，远超世人想象。陛下既点燃此火，便无退路。我墨家理念在于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观陛下所为，与吾道有相合之处，故老夫愿代表墨家，与陛下结为盟友，共研机关之术，助陛下强兵富民，应对未来之劫。成功与隐士势力墨家缔结盟约，获得机关术支持，科技术发展速度提升100百分比，国力潜力大幅增强。怒气值加600，当前怒气值1460。大王，墨家之助确实强援，然巨子所言，古老存在，恐非虚言。未来之路只怕更加艰险。有系统，有你们，现在还有了墨家，孤道要看看还有什么牛鬼蛇神敢跳出来。边境线上，数百名狂热信徒衣衫褴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在几名护法金刚带领下冲击关隘。关羽将军，弓箭射在他们身上如同挠痒，刀剑劈看也只能留下浅痕。这些鬼东西根本打不死啊！关羽目光扫过战场，神色冷静，抬手指挥士兵结阵防御，结圆阵防御，盾牌守顶前，长戈守其后，交替刺击其关节连接处，避其锋芒，耗其能量。远观哀城墙之上，数名墨家弟子3人一组，手指翻飞半动枢纽，潜入灵石，快速组装其几架弩车和喷筒。计算完毕，风向东南，力度70。标左2金刚，右领西后3寸连接缝隙。钢筋破甲剑，准备。放！这一名墨家弟子猛地垂下击阔，一道乌光精准射中金刚右腿膝后关节缝隙。目标确认，胸甲第3符文节点，石灵胶，喷射，就是现在！哦！几具护法金刚轰然倒地，化作铁石，失去所有动静，冲击关隘的狂热信徒见金刚倒地，四散逃窜。有了墨家朋友相助，往后这仗打得痛快。
墨家机关术首次实战告捷，有效克制西方教低级傀儡。军心大振，怒气值加400。当前怒气值1860。西方教某隐秘据点，四行道人看着面前水镜中边境战斗的景象，面色难看到了极点。可恶！那地心究竟从何处寻来这些旁门左道，搞出这些奇淫巧技，竟能破我佛门金刚法师？这些墨家的余孽，当年就该彻底清扫干净。慈航尊者此次试探，虽只是低级金刚，但也被对方如此轻易破解，恐怕日后我教傀儡之术，在对方面前要大打折扣了。姬发与姜子牙那边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禀尊者，西岐大军已暗中集结完毕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可发动雷霆一击。很好，就让地心先得意几天，待其焦头烂额之际，便是我们雷霆一击之时。道祖法旨可没说不让他们人族内部自相残杀。林然正与长孙无忌、孙武为在沙盘旁探讨墨家机关术与军队结合的新战法。一名传令兵身披带血的盔甲，狼枪冲入大殿，重重扑倒在地，气息微弱。大王，东路、南楚等72路诸侯突然联合反叛。大着，清君侧副组织的旗号已连下3城。但是派驻当地的官员尽数罹难，72路诸侯好得很。国王还没去找他们算旧账，他们倒先跳出来了。这群鳖孙，老子就知道这100年休战没那么简单。东鲁、南楚皆为大国，其地富庶，兵源充足，72路诸侯联合，声势浩大，且选择此时发难，必是受人挑唆。叛军初起，其势虽重，然心未必齐。兵法云：擒贼先擒王。当以雷霆之势指导其联盟核心，愚者不攻自破。臣怀疑朝中亦有内应，否则叛军岂能如此精准地杀害我派驻官员？长孙无忌，统筹全局，调配粮草物资。关羽、吕布、李广随时候命。面临大规模内部叛乱，触发紧急任务平定内乱，任务成功奖励大量怒气值，特殊奖励人道铁律。当前怒气值1860。诸位，昏君地心，倒行逆施，亵渎神明，我等奉天讨逆，必能成功。多亏上士指点迷津，提供军械粮草，我等方能成此大事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只要诸位牵制驻地新主力，待息齐王失东晋，便适尔等共享富贵之时。巨大的疆域沙盘前，孙武手持令旗，指向东鲁、南楚方位，陈升阐述平叛方略。叛军虽众，然核心在于东鲁、南楚。东鲁势大，为盟主；南楚附属，为钱粮根基。我军当分兵2路，一路由关羽将军为主将，李广将军为副，率精锐20万，佯装主力，稳扎稳打，吸引叛军注意力，并清剿小股诸侯。领命。另一路为骑兵，由吕布将军为主，率5万铁骑及墨家机关兽若干，借墨家潜行与机关之术，昼夜兼程，绕过正面战场，直扑东鲁腹地，擒杀东鲁侯。东鲁一破，联盟自溃，将那东鲁侯的脑袋拧下来，给大王当酒壶。然若能成功，可速定大局。臣已让墨家弟子绘制东鲁详尽地图，并探查其兵力不妨弱点。就依此计，我在朝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记住，此战不仅要胜，更要快要狠，拿出我大商的威风，震慑所有宵小。精妙评判策略，分兵奇袭，士气高昂，怒气值甲300。当前怒气值2160，
吕布所率队伍在墨家弟子带领下，穿梭于崇山峻岭间。夜色中，队伍悄无声息。墨家机关兽巨型木牛流马，拖着成山的物资，一步一步踏得稳如鼓点，跟在队伍末尾。天空中，微小的侦察机关鸟已经升空，无声滑翔。夜色里比星子还要警觉。前方探路的机关鸟迅速飞回，落在一名墨家弟子肩上，仿佛几声急促轻语。李杜将军，前方30里，便是东鲁侯蹲积粮草的重镇仓廪城城，守备相对空虚。传令，加速前进，目标仓廪城。吕布所率精锐骑兵与机关兽队伍，朝着仓廪城方向疾驰而去。马蹄声在夜色中低沉作响。仓廪城城头灯火稀疏，守军巡逻步伐松散，防备松懈。墨家兄弟，随我冲杀，打开城门。仓廪城守军被巨响惊动，惊慌失措，城防陷入一片混乱。吕布挥动方天画戟，一马当先，带领墨家机关兽与精锐骑兵直出城门。厚重的城门被机关兽与骑兵合力撞碎，轰然倒地，成功奇袭东鲁仓廪城，沉重打击叛军士气，大幅削弱其持续作战能力，怒气值加400。当前怒气值2560。元始天尊端坐殿中，面前水镜映照出东鲁仓廪城的混乱，以及朝歌方向隐隐汇聚的人道气运。帝辛，此子成长速度远超推算，人道气运竟能旺盛至此，连墨家余孽也为其所用，不可明面违背。然天机混沌，偶尔推算失误，降下些间天灾人祸亦是常情。愿元始天尊屈指一弹，一缕隐晦的圣人之力混入天道运转，化作流光射向朝歌方向。且看你这人道都城能否承受这意外之劫。朝歌城上空乌云急速汇聚，暗灰色雷霆在云层中翻涌成聚，天地间气息压抑。好阴损的手段，以此等意外天灾破我朝歌地脉，坏人道根基。朝歌城中百姓见天象异变，惊慌失措，呼喊声四处响起。又想玩阴的，偏不让你如愿！敌人全力运转人皇侧，海量金色人道气运从侧中涌出，直冲天空，试图抵挡灰色雷霆。人道气运在半空与雷霆僵持，缓缓被削弱。一道灰色雷蛇趁机穿透防御，直劈城中心。系统使用祖龙精血加持人道气运，给老子顶住！在一滴暗金色祖龙精血突然指尖飞出，融入人皇侧，人道气运瞬间暴涨，化作一条五爪金龙虚影，咆哮着迎向灰色雷霆。金龙与灰色雷霆在半空剧烈碰撞后消散，朝歌城地面剧烈震动，尘土飞扬。城中百姓见危机解除，纷纷振臂高呼。成功消耗祖龙精血，抵御蕴含胜利的归雷袭击，保全朝歌核心。龙族好感度大幅提升，获得特殊状态龙威护体，怒气值加600，当前怒气值3160，已经能挡下原始暗算，虽借了外物，亦足见成长。然此等行径，已表明其杀心炽盛。百年之约，形同虚设。大王，被动防御绝非长久之计。元始既可暗中出手一次，便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姑明白，他想玩阴的，姑就陪他玩把大的。系统，给老子兑换能搞出大动静，最好能直接恶心到元始本尊的东西。怒气值管够。姜子牙手持桃木剑，正准备对草人进行最后一次拜祭，完成钉头7剑书的咒杀之法。草人突然剧烈颤抖，表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金色裂纹，光芒隐隐闪烁。这
怎么回事？陆压道人凭空现身，快速掐指推算，脸色骤然巨变。不好，有人以更强大的因果之力干扰了钉头七剑书，诅咒被反噬了。祭坛上的草人砰的一声炸裂开来，黑色的诅咒之力倒卷，朝着施术者的方向飞速冲去。陆压道人被反噬之力击中，闷哼一声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，气息瞬间萎靡。姜牙被反噬余波波及，倒退数步，面色惨白如纸。桃木剑脱手落地，朝歌的特殊境室内，赵公明躺在温玉床上，气息微弱，面色苍白，依然站在床边，手中紧握着一枚黑色玉符，玉符正渐渐化作飞灰消散。大诅咒数万坛符，花了老子8000怒气值。元始，这份回礼你可还满意？公明师弟，你感觉如何？师兄，大王，是公明无能，累及大家，此仇必报。成功使用大诅咒术反弹符，重创施术者陆压，中断钉头七剑书，挽救赵公明性命。奖励赵公明忠诚度满值，怒气值8000，当前怒气值3960。东鲁侯惊慌失措，仓促组织府中亲卫抵抗，亲卫们面露惧色，阵型散乱。快把门顶住！弓箭手上墙，盾阵摆开，快点！东鲁侯惊慌失措，只能仓促调度府中亲卫。亲卫们手心冒汗，握兵器的指节泛白，阵型早已软塌。东鲁老二，拿命来！吕布大步上前，如同拎小鸡一般，将东鲁侯一把提起。东鲁侯挣扎，却毫无反抗之力。商军士气大振。关羽与李广收到传音，立刻下令发动总攻。商军士气大振，李广率领骑兵在叛军阵中穿插分割，将叛军阵型冲得七零八落。关羽指挥大军稳步推进，步步紧逼。叛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丢弃兵器，跪地请降。安楚侯率亲信逐众仓皇逃跑，被李广率领的轻骑兵追上，当场生擒活捉。别想跑！给我老实点儿！前线传来捷报，报！关羽将军、李广将军大破叛军主力，生擒南楚侯，72路诸侯联军已瓦解。酒间殿内捷报传来，群臣齐声欢呼，喜气洋洋。好，吕布押解首要叛臣及齐家眷回朝歌，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好，兵胜之略，算无一策。有此良将，何愁天下不定？大王，平定内乱，正当借此良机，推行人道法典，将土地、税赋、兵权之改革彻底落实在新收复之地，同时可将部分缴获叛产用于抚恤伤亡，奖赏有功将士，则民心军心皆安。此事就交由先生与狄青、孙武将军协同办理。臣等遵旨。平定大规模内部叛乱，彰显强大军事实力与统治力，内部隐患大幅消除，国运空前凝聚，获得任务奖励大量怒气值，特殊奖励人道铁律，怒气值加1200。殿中鸦雀无声，东鲁侯、南楚侯等首要叛臣及其核心家眷跪服中央。东鲁侯、南楚侯尔等深受国恩，世袭望体，享尽荣华，受万民供奉。不思报效国家，反听信谏佞谗言，勾结外敌，掀起叛乱，致使烽烟四起，生灵涂炭。传孤旨意，所有首要叛臣，明日5时3刻于朝歌城南门外明正典刑，枭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习俗中，凡参与叛乱，知情不报仇，同罪。愚者念及或有妇孺无辜，变为庶民，永世不得录用。
其家产尽数充入国库，用于抚恤阵亡将士家属，犒赏有功之臣，不得有误，场面狼狈。大王饶命啊！臣再也不敢了，饶命！不要！林然、长孙无忌、文仲等核心人员汇聚偏殿，通天教主、女娲的传讯虚影浮现殿中。大王，内患已除，该是与那元始老儿清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他屡次三番暗中加害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元始不顾面皮，暗算小辈，破坏约定，本座已目在人，欲如何？元始之行已失圣人德行，人皇，你若有所决断，吾可助你一臂之力。故欲效仿上古圣皇，伐山破庙，兵发昆仑，剑指玉虚。昆仑乃玉虚根本，元始到场必有万全准备，强攻恐损失巨大，量有一计，或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哦，先生请讲。可大张旗鼓，宣称整顿兵马，联合截教万仙，正面威慑昆仑。同时派一精锐小队，携特殊之物，由大王亲自率领，借墨家机关、龙族水道或其他隐秘途径，直插玉虚宫核心。此物或可是人皇册与山河社稷图本源融合之力，专破其天道禁制。知道黄龙，好，就这么办。系统，准备一下，咱们要去干一票大的，把所有怒气值都给老子转化成能砸烂玉虚宫门口的力量。宿主决心征伐昆仑，触发终极任务线索：圣皇之怒。任务目标：攻破玉虚宫，重创元始天尊。任务奖励：未知。怒气值开始特殊转化。朝歌城外，点将台高耸入云，林然身着玄金人皇战袍，立于台中央。台下商军方阵如山如海，空中截教万线仙光缭绕。通天教主坐于魁牛之上，立于林然身侧。无数朝歌百姓在远处围观，见此声势，神情激动，纷纷振臂高呼：将士们、道友们，元始老儿自是圣人，屡屡背信，暗施冷箭，祸乱人间，是我人族如蝼蚁，是我正道如无物。今日我等汇聚于此，非为一己之私，乃为讨还公道，为我人道众生争一个朗朗乾坤。台下商军阵截教面前，齐声呐喊，声震天地。朝歌城一处隐秘山谷内，龙族水道入口寂静无声，水汽缭绕，周遭被墨家阵法隐匿气息。大王，主力已成功吸引各方视线。昆仑乃龙潭虎穴，玉虚宫禁制万千，此行务必慎之又慎。长孙放心，朝歌与后方，孤就托付于你了。待孤好消息。东海龙王敖广化作半龙之躯现身，龙爪虚空一化，一道泛着幽蓝光芒的水门凭空出现。陛下，诸位，此乃我龙族不传之秘幽泉潜行术，可借洪荒水脉与地气遮掩天机，直通昆仑山根基之处。林然等人点头应下，依次踏入水门。水光剧烈动荡后，众人身影彻底消失，水道入口恢复如初的平静。暗度陈仓计划启动，精锐小队已潜入龙族秘境，目标玉虚宫核心，特殊能量开始转化灌注。当前进度35%。玉虚宫不愧是圣人道场，外围禁制已如此密集，环环相扣。若非敖广道有引路，加上我墨家机关术干扰局部灵机，恐怕我等早已触发警报，陷入重围。右侧岩壁有微弱能量波动，实施探测仙术。众人立刻屏息凝神，借助龙族水源护罩与墨家机关迷雾的双重遮掩，缓缓通过探测区域。前方道路被一道巨大的冰晶屏障堵死，屏障晶莹剔透，内部无数符文飞速流转，散发着刺骨寒气。啰嗦什么？
让我一起劈了他！林然深吸一口气，左手托起微微发光的人皇册，右手引动怀中女娲所赠的山河射击图本源之气，两股力量缓缓交融。人皇册统御人道万民意志，包罗万象。山河设计图演化天地乾坤，自成世界，以此模拟自然演化，天地循环，不可人入，非破坏此禁制者。林然操控人道气运与山河本源交织成柔和光晕，缓缓覆盖冰晶屏障，最终溶解出一道拱形缺口。小队迅速且有序地穿过缺口，不该有丝毫耽搁。最后一名墨家弟子引起缺口瞬间冰晶屏障恢复如初，仿佛从未被触动，成功以巧力破解昆仑核心禁制，玄冰无影境。小队深入昆仑腹地，特殊能量积累至60%。警告：被动警戒机制已被触发。玉虚宫内部守卫正在苏醒。众人穿过冰晶般的光幕，四下云海翻涌，仙鹤徘徊。远处玉虚宫琼楼耸立，云台另一端仙光涌动。南极仙翁玉鼎真人率数十名玉虚宫门人及金甲黄金力士列阵以待，气势森然。地心，你竟敢亵渎圣山，擅闯玉虚秘境，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自取灭亡！吕布怒喝一声，方天画戟直冲太乙真人。疾风与太乙真人的剑气猛烈碰撞。李广率领几具墨家机关兽穿梭在玉虚地死与黄金力士阵中，专攻阵法衔接处与力量薄弱点，搅乱对方阵型。墨家巨子与弟子游走战场边缘，快速布下各类小型机关阵，干扰玉虚门人行动。林然立刻催动人皇册，金色人道气运凝聚成坚固屏障，挡在身前。系统锁定南极仙翁，分析他的力量来源，使用人道进法，斩断他与昆仑灵脉的链接。特殊灵力波动席卷全场，精准笼罩南极仙翁，其周身仙光微微紊乱。林然趁势全力催动人皇册，一道五爪金龙虚影从册中咆哮而出，猛轰南极仙翁的护体仙光。云台秘境受余波冲击，剧烈震动，云海翻涌不休，天空骤然暗淡，一股恐怖威压笼罩全场。林然凭借人皇册勉力支撑，金色光照摇曳不定，却仍在风暴中屹立。吕布、李广等人被威压锁定，动弹不得。一群蝼蚁，怎敢犯吾圣域？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缓缓浮现，覆盖整个云台秘境，带着圣人威压缓缓压下。李广单膝跪地，银枪支撑着摇晃的身躯。吕布怒目圆睁，血色在眸底翻腾。墨家弟子们东倒西歪，面色惨白。身旁的墨家机关兽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响，部分零件崩裂掉落。南极仙翁、太乙真人等玉虚门人面露狂热与敬畏，纷纷躬身行礼。恭迎师尊圣驾！恭迎师尊圣驾！系统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所有怒气值，所有能量，全部给我兑换能伤到圣人的东西。警告：宿主权限不足，无法直接兑换圣人级攻击。检测到宿主人道信念燃烧，符合终极印记协议，强制抽取所有能量储备，生成一次性禁忌之力，人道逆伐之刃。此期过后，宿主将陷入濒死状态，人皇册暂时沉寂，系统能量耗尽，进入休眠。林然周身爆发出璀璨的七彩光芒，一柄缠绕着熊熊人道火焰的虚幻刃影，在他头顶缓缓凝聚成形，锋芒直刺天际。林然双手虚握逆法之刃，朝着缓缓压下的法则巨手，用尽最后气力狠狠一斩。遮天蔽日的法则巨手剧烈扭曲，光芒闪烁，随即迸散成漫天光点。人皇册光芒彻底熄灭，化作一道微弱金光，融入林然体内，消失不见。洪荒天穹之巅，红军道祖现身。元始，你执掌天道，维系秩序，本无过错，执天之行，过犹不及。
你以己心待天心，起杀念，动无名，干涉生灵自身演变。地心此子，实乃变数，扰乱天命。若任其天命，尔等可知何为天命？天道运转，自有其规，然天道之下，亦有变数。天道一方对人道一方，胜者其理念将主导未来洪荒万载进程。女娲迈步上前，与通天教主并肩而立。吾造人族，向其香火，护其生息。人族之愿，即吾之愿。吾站在人道一方。太上老君沉默片刻，微微颔首，走到元始天尊身侧，其身后太极图虚影缓缓旋转，实现至一方道心认输或无力维系圣道为止。此战既分圣位高下，亦定洪荒未来之道。众圣人对视一眼，纷纷化作流光，紧随红军道祖踏入混沌天外的战场。大王，你以为人道劈开了一道缝隙？这场天道中战，序幕终是拉开。接下来，人道的未来就看你了。吕布怀抱着昏迷的林然，神情紧绷。就在这时，垂落的手指微弱地动了一下，是有新生的力量在缓缓苏醒。意识空间深处突然透出一道温暖的光芒，林然的意识被这股力量牵引，不由自主地飘向光源处。靠近光芒后，林然看清那是一枚缓缓旋转的心脏虚影，表面布满古朴繁复的开天纹路，仿佛蕴藏着开天辟地的伟力。虽弱小却有趣，如可愿成吾之力。我要能守护族人，打破一切枷锁的力量。此乃吾开天辟地后残留的一缕心和印记，曾在以立正道之机，能否承载，便看入自身造化。不需骤然放大，化作遮天蔽日的轮廓，将林然的意识体彻底吞没。意识空间被耀眼的金光填满。吕布怀抱着昏迷不醒，气息微弱。李广持箫护在身侧，警惕地盯着周围的玉虚门。墨家巨子夜射弟子布下机关防线。此子绝不能留，趁其昏迷，正是拿下之时。南极仙翁抬手运转，周身灵力，掌心凝聚出一道凌厉的仙光，直逼林然而去。就在仙光临近之际，林然身体表面突然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古朴纹路，周身灵力剧烈波动，一股磅礴的气息悄然扩散。混沌天外的圣人战场中，元始天尊正与通天教主对峙，身形却突然降住，猛地转头望向昆仑方向。林然的意识体在盘古星河的空间内剧烈漂浮挣扎，周身金光翻涌，疯狂吸收着星河中蕴藏的开天之力。每一次呼吸都带动空间内能量的震颤，星河空间四周浮现出流转的虚影。盘古巨人顶天立地，手持巨斧劈开混沌，地水火风在符刃下演化出天地乾坤，画面苍茫而磅礴。这种感觉好奇特，仿佛有开天辟地的伟力在苏醒。南极仙翁、玉鼎真人等玉虚门人被这股气息震慑，面露忌惮，一时竟不敢贸然上前，脚步下意识后退，缓缓睁开双眼，眸中金光一闪而过。他轻轻一动，身形便从吕布怀中稳稳站起，动作间带着浑然天成的力量感。这就是充满力量的感觉吗？已检测到未知至高能量融合系统，核心升级中，确认宿主道图更改为以立正道。帝星休得在此装神弄鬼！诸位师弟，皆欲清神雷阵，诛杀此子！数十名玉虚金仙与核心弟子迅速结阵，引动昆仑灵脉之力，漫天雷光汇聚。一道水桶粗的玉清神雷裹挟着圣人道场的威压，朝着林然狠狠劈下。林然站立不闪不避，
迎着神雷抬起右拳，拳风微拧，体内盘古星河之力奔涌而出，拳风前方的空间寸寸碎裂，玉清神雷与之碰撞的瞬间，如冰雪玉骄阳般轰然消散，连一丝余波都未留下。结阵的玉虚门人被拳击于波阵飞，口喷鲜血摔落在地，玉清神雷阵彻底崩碎，无人能挡。这才是力量，霸道无敌的力量！林然缓缓收拳，抬眼望向混沌天外的方向，目光穿透云海与空间，直抵圣人战场。混沌天外的圣人战场中，通天教主催动诛仙剑阵，女娲以山河设计图演化天地屏障，二人联手抵挡元始。海上接引准提4位圣人的围攻，然诛仙剑阵的圣光已渐渐暗淡。山河设计图的光幕也出现裂痕，一股磅礴无匹的以力正道气息骤然闯入战场，打破了双方的僵持，空间都为之震颤。元始天尊感知到这股气息，转头恶狠狠地看向战场中央，面色铁青。好小子，果然没看错你。混沌天外的圣人战场中，凛然的虚影凝立虚空，周身盘古开天之力奔涌，抬手将这股力量狠狠打入四圣与通天、女娲交织的法则网络之中。笼罩战场的天道压制屏障猛地晃动，表面浮现出细密的裂痕，原本牢不可破的法则出现明显松动与破绽。通天教主与女娲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，诛仙剑阵剑光暴涨，山河设计图光幕舒展，瞬间让太上老君的太极图虚影接引道人的功德，金莲逼退数丈。蝼蚁安敢！凛然的开天之力如精准的利刃，专挑法则网络运转的核心节点冲击、干扰，甚至直接破坏，让四颗图行经狮子力量古怪，转换我等神通根基，根本无从防御。红俊道祖立于战场至高处，目光落在凛然的虚影上，眸光深邃，是能看透其体内的盘古心和宇道心。以力正道，逆天而行，你可知此路之间，万不易成功，甚至盘古亦力竭而亡。道祖，千人之路未必是唯一之路，我成盘古一则，却未必会重蹈覆辙。天道之下，当有一线生机，我愿为人道，为众生搏死一线。凛然的虚影猛地颤动，周身开天之力出现短暂的紊乱。显然红军的话直击核心，触及了他力量与道心的衔接关键。凛然的内心世界中，混沌气流疯狂翻涌，气流凝聚成一尊与盘古虚影相似的巨大魔影，周身缠绕暴力气息，正是盘古负面意志与力量反噬催生的魔心。天道圣人皆可一拳碎之，何必为人族蝼蚁束缚自身？来吧，成为新的盘古，重开天地，自成主宰。魔影猛地挥舞巨斧虚影，妇人裹挟着混沌力气，朝着凛然的意识体狠狠劈下，空间都似要被劈成两半。凛然的意识体骤然爆发出璀璨金光，一道由人道信念凝聚的光照挡在身前，堪堪抵住巨斧虚影的冲击。力量是手段，非是目的。我所求非是独尊，而是守护。若为力量迷失半息，我与元始合一，这力量当为我所用，而非我为力量之奴。凛然的本体突然僵立在原地，周身开天之力剧烈动荡，脸上浮现出痛苦挣扎的神色，额角青筋暴起。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我们是又出了变故。混沌天外战场中，凛然的虚影因心魔反噬，缓缓变得透明，最终彻底消散。战场的力量平衡再次倾斜。根基不稳，心魔反噬，自取灭亡。给我镇压通天女娲！元始、海上、接引、准提4位圣人立刻发动更猛烈的攻击，天道法则如潮水般涌向通天与女娲。二人只能奋力抵挡诛仙剑阵的剑光再次暗淡，
林然怀中沉寂已久的人皇册突然自主飞出，虽光芒暗淡，却散发出温暖的人道光辉，缓缓融入林然体内。检测宿主意志与力量冲突，启动辅助调和程序，借助人道信念，坚守本心，盘古传承，最终考验度过，根基稳固。混沌天外的圣人战场中，通天教主与女娲在四圣的合围下节节后退，诛仙剑阵的剑光越发暗淡，阵纹运转变得滞涩，已难抵挡天道法则的压制。你竟能挣脱心魔，真身来此，这不可能！林然抬眸扫向元始天尊，仿佛眼前的天道圣人不过是寻常蝼蚁。此子气息已非准圣，亦非寻常圣人，力量本源竟与盘古同源，古怪至极。你不是一直自诩天道，视万物为刍狗吗？孤便以这双拳头告诉你，什么叫天道，什么叫人道。林然上前一步，身形如瞬移般出现在元始天尊面前，又全凝聚开天之力与人道意志，朝着元始狠狠轰出。盘古幡，定！盘古幡发出刺耳的嗡鸣，泛面布满细密的裂痕，阵纹剧烈扭曲。这一拳的力量轰然落下，元始天尊连人带幡被砸得倒飞出去，口喷圣血，气息瞬间萎靡。太上老君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目睹这一幕，面露极致的不可思议，身形下意识后撤，不敢贸然上前。通天教主与女娲见此情景，神色满是欣慰，紧绷的心神骤然放松。好，打得好！元始，你也有今天。陛下果然从未让人失望。下一个，谁上？或者你们一起？宿主成功稳固，以立正道根基，正式踏入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力之圣境。人皇册与宿主彻底合并，进阶为人道圣皇印。林然的额头之上，一枚镌刻着人道图腾与开天纹路的金色印记缓缓浮现，光芒流转间，人道圣皇的威压席卷整个战场。太上老君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面色铁青，互相对视一眼后，不再保留，同时催动圣力出手。太上老君的太极图化作万丈金桥，横亘虚空，接引道人的功德金莲洒下，万道护体闪光。准提道人的七宝妙术射出七彩神光，蕴含消灭万物的圣威。看孤如何以力破万法！林然不退反进，不闪不避，体内盘古开天之力与气血奔涌而出，化作滔天洪流，又全裹挟着无匹威势，径直轰向三圣的神通。第一拳，拳风精准轰在太极金桥中央，金桥发出震耳欲聋的嗡鸣，桥身剧烈晃动，寸寸龟裂后轰然破碎。太上接引，准提三圣接连败退，圣人威压涣散，再也无法形成合围之势。四圣强行勾连气息，引动洪荒天道本源之力，四道圣力汇聚成一道遮天蔽日的灰色光柱，光柱锁定林然，带着覆灭一切的威势直直落下。来得好，便以此战奠定我人道圣皇之位。林然双臂擎天，全力凝聚体内开天之力与人道意志，身后缓缓浮现出盘古巨人顶天立地的虚影，虚影手持巨斧，与林然一同直面天道光柱。灰色的天道光柱在即将触及林然的瞬间，如冰雪消融般缓缓消散。四圣联手不下的天道诸圣阵阵失去力量支撑，阵纹瞬间瓦解，化作点点灵光消散。
红军道祖的身影缓缓凝实，出现在战场正中央，周身混沌气息流转，威压笼罩整个混沌天外。此战已无异，地心以立正道，得盘古遗泽，以示不朽。尔等天道圣人，奈他不得。老师，难道就任由他颠覆天道，乱我洪荒秩序？天道运行，自有其理。人道崛起，亦是变数，更是生机。自此，人界归人皇统辖，天庭、地府、幽冥各行其事，不得再肆意干涉人间王朝更替。朝歌城中央的人皇祭坛高耸入云，凛然立于祭坛核心，身着绣满山河设计纹路的人皇道袍，头戴12流平天冠，左手负后。祭坛下方，长孙无忌、文仲等文臣武将肃立左侧，吕布、李广、关羽、赵公明等猛将列于右侧，截教万仙仙光缭绕，龙族众将鳞甲生辉。祭坛远处的朝歌城外，亿万人族百姓汇聚成山海般的人潮，目光灼灼望向祭坛，眼中满是敬畏与期盼。高空云层之后，天庭、太白金星、托塔李天王等仙官悄然现身观礼，神色复杂，有忌惮，亦有无奈。林然缓缓举起手中的人道圣皇印，印身古朴纹路瞬间点亮，人道气运如潮水般涌入印中，光芒万丈。仙神妖魔，非请不得入世干扰。立人道法典，凡人族子民皆有机会修行悟道，强者为尊，亦须护佑弱小。二赤地府，轮回重定，赏善罚恶，自有公道。凡人族阴魂有功于人族者，可入英灵殿向人道香火，或转生福地。孤将派遣贤臣，协理幽冥，确保公正。三赤天庭，天庭执掌周天星辰，行云布雨，调理阴阳，当福泽众生，而非凌驾众生。自今日起，人族不再为天庭香火奴仆，所需信仰凭功德换取。龙族正是司掌三界行云布雨之职，对人间负责。青光直冲九霄，天庭凌霄宝殿剧烈震荡，封神榜发出阵阵嗡鸣，周天星辰的运转轨迹微微调整。敖广等四海龙王神色激动，化作神龙真身。此三界新秩序，以人道为基，以自强为念，以共生为则。逆此令者，虽远必诛，虽强必戮。敕令立。人道圣皇印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金光，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金色光柱，将洪荒三界笼罩其中。人道气运彻底飞腾，与灵元的身影融为一体，不分彼此。宿主颁布人皇敕令，完成终极任务。圣皇之怒，人道气运与宿主完全绑定，宿主即为人道奖励，永恒唯一称号。人道圣皇与洪荒共存。九间殿内庄严肃穆，文臣武将分列两侧，个个精神抖擞，神色激动，殿中满是万象更新的蓬勃气象。陛下，依人皇敕令，人道法典初稿已成，请陛下过目。法典涵盖修行晋升之阶、律法刑赏之度、民生福祉之策、官制选拔之规，力求公正严明，普惠众生。林然端坐于人皇宝座之上，目光扫过面前浮现的法典虚影，眼中闪过一抹赞许。他微微颔首，神情庄重而欣慰。启禀陛下，新军整编业已完成，依兵家之法，结合墨家机关之术，辅以干将莫邪大师改良之军械，全军战力已非昔日可比。新型战阵变幻莫测，机关兽与骑兵不足协同，不必实指，足以震慑四方，护卫疆土无虞。内部肃清已毕，所有涉案官吏细作，皆以新律明正典刑。西方教残余势力，大部分已被驱离商境，
少数愿意遵从人道律法，放弃蛊惑之术者，已纳入监察，准其合法传道，不得再行祸乱之举。据各地回报，今春粮食播种效率提升近倍，各类工方产出亦大幅增加，民生因时可期。加之境内新发现的小型灵石矿脉开采顺利，不仅为机关运转提供了充沛能源，更惠及民间。天道虽暂退，暗流未必平息，四方虽臣服，边患犹需警惕。人道圣皇地心，道祖定论，大势已去。非是天道不如人道，而是吾等失了天心，亦失了人心。罢了，紧闭山门，敬送皇庭吧。这洪荒已是人道的时代了。数年后的朝歌城街头，宽阔的青石板路整洁平坦，一派欣欣向荣。有圣皇陛下，咱们这日子真是神仙也不换啊！可不是嘛！听说西边那几个不安分的部族，前些日子又想闹事儿，结果关羽将军的铁骑一到，还没开打，他们就吓得跪地投降了。如今咱们大伤兵强马壮，又有墨家机关和截教监长们助阵，放眼洪荒，谁敢不服？四海龙族现在见了咱们的商船，那都是客客气气，主动保驾护航。听说这都是圣皇陛下与他们结下的盟约之功。老娘，我长大了也要像圣皇陛下一样厉害，保护大家。好。皇宫最高处的观星台上，林然负手而立，目光俯瞰着下方繁荣昌盛的朝歌城，以及更远处连绵的河山。人道气韵如金色祥云，笼罩着整片大地。如今三界秩序井然，天道、人间、幽冥各安其职，互不干涉，又紧密相连。人道气韵如日中天，汇聚成煌煌大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修士奋勇精进，可谓开万世之太平基业。孤之使命已然达成，但这并非终点。陛下是指洪荒之外，这人道盛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，也需要应对未来可能来自天外的挑战。文太师近日常往御膳房跑，说是要为陛下做几道护国御菜。走走走，长孙，陪姑去看看，顺便尝尝鲜，可不能辜负了太师的一片苦心和龙族的好手艺。林然哈哈大笑，与长孙无忌并肩走下观星台。夕阳将二人的身影拉得悠长，林然缓步而入，脚下是王朝的街区，身后是万家烟火。穿越成纣王，开局怒怼女娲。仔细想想，这波操作，血赚。当个受万民爱戴、有兄弟挚友、能怼天怼地的人道圣皇，感觉真不赖。至于那混沌之外的未来，嘿，那将是新的冒险了。